真相太惊人，帕克紧急直播警告，10天后中东恐全面爆发，伊朗可能对美国航母出手，世界已没有安全的地方。今天我们来聊一件正在发生的大事。就在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此刻，中东局势已经彻底失控，而那位曾经精准预言新冠疫情、英女王驾崩、川普2016年当选的英国预言家帕克，又一次在镜头前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警告。他说，中东即将全面爆发，而这一次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可怕的是，帕克这次的预言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就在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空袭，炸死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摧毁了大量军事和政府设施。伊朗随即以飞弹和无人机反击以色列，美军基地和美国的中东盟友还封锁了全球最关键的石油航道77荷默兹海峡。就在几天前，美伊和谈在巴基斯坦彻底破裂，川普宣布对荷默兹海峡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革命卫队则回应说，任何靠近海峡的军舰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后果将极其严重。而帕克呢，他早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就已经把这幅画面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拆解帕克的预言，中东战争的真实走向，以及接下来10天可能改变世界格局的惊天危机。要理解今天的中东危机，我们得先回顾一下近年来的历史脉络。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突袭，引发了以色列对加沙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也让整个中东地区陷入了动荡。自那以后，美国在中东至少维持了1艘航母的部署。2024年，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爆发了直接的飞弹互射。到了2025年6月，情况进一步恶化次期，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爆发了被称为12日战争的飞弹交火。美国在那场冲突中对伊朗核设施进行了空袭。所以帕克对中东的预言并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建立在一系列不断升级的冲突之上的。正是这个背景让他的预言更加令人胆寒踢戚，因为他不是预测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而是预见了一场已经在酝酿的战争将如何爆发和升级。故事要从2026年1月说起。那时候，伊朗国内正在爆发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运动，成千上万的伊朗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推翻神权政体，而伊朗安全部队对平民进行了血腥镇压，数千人丧生。川普对此发出了措辞强硬的警告，声称如果伊朗政府杀害和平示威者，美国将进行上膛待发的军事干预。1月23日，川普宣布一支美国舰队正在驶向中东，包括林肯号航空母舰和多艘飞弹驱逐舰。2月13日，他又下令福特号航空母舰裁全世界最大、最先进的战舰7起驶向中东。12架 F-22 猛禽战斗机被部署到以色列南部的奥夫达空军基地，这是美国首次在以色列部署进攻性武器。这一切构成了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在中东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就在这个时候，帕克发出了他的关键预言。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几个月，他就已经明确表示，伊朗的核设施和领导层将遭到直接打击。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我们将看到非常精准的攻击，不仅针对领导层，还会打击剩余的核设施，因为这些设施不能被留下来。攻击会迅速升级，然后突然停止，宽起一记猛拳，然后撤退，把结果留给伊朗人民自己。我不认为会有地面部队，而是空袭和快速行动。他特别强调，这一切将在2026年3月发生。结果呢？2026年2月27日下午，川普在搭乘空军1号前往德克萨斯州的途中下达了行动命令。第二天，也就是2月28日凌晨，伊朗时间上午9点45分左右，美军飞弹、无人机和以色列战斗机开始猛烈轰炸伊朗的军事、政府和核设施。这场代号史诗之怒的行动，以色列方面称之为咆哮雄狮。以色列空军声称，这是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斗出击。第一天就在西部和中部伊朗打击了500多个军事目标，使用了超过1200枚炸弹。令人震惊的是，空袭恰好选在了伊斯兰教斋月的第一天，也就是穆斯林从日出
到日落尽时的神圣月份。更令人侧目的是，这次攻击是在美伊正在进行核问题谈判的过程中突然发动的。而最震撼全球的消息，此其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这位统治伊朗长达数十年的精神领袖，在没有指定继承人的情况下突然离世，让整个伊朗的权力结构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川普随后宣称，哈梅内伊的死亡是伊朗人民夺回自己国家的最佳机会，并将他形容为历史上最邪恶的人物之一。3月8日，哈梅内伊的次子穆杰塔巴被指定为新的最高领袖，但他的权威远不及其父。帕克的预言在时间、方式和目标上几乎都精准应验了，但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恰恰相反，这才是噩梦的开始。帕克说的迅速升级，然后停止，只说对了前半句，后半句至今没有兑现。伊朗在最高领袖被炸死之后并没有崩溃，而是发动了猛烈反击。伊朗的弹道飞弹和无人机雨点般砸向以色列，美军在中东的基地甚至波及巴林和阿联酋等美国盟友。伊朗国家电视台发出威胁，声称如果美国犯任何错误，伊朗将占领巴林和阿联酋的领土。更致命的是，伊朗革命卫队下令封锁荷默兹海峡7这条连接波斯湾和印度洋的狭窄水道，全球约1/5的石油和20%的液化天然气都要经过这里。革命卫队发出警告，禁止任何船只通过海峡，并对至少21艘商船发动了攻击，还在海峡中布设了大量水雷。封锁令一出，全球油价立刻飙升，布伦特原油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至今累计涨幅已超过30%。战前每天约有140艘船只通过荷默兹海峡，到了4月上旬，通行量暴跌了大约90%，约600艘货船被困在海峡两侧动弹不得，全球供应链陷入混乱，加油站的油价节节攀升，物价上涨的压力从中东蔓延到了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也因此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极限。来，我们仔细看看这场战争中美军航母的处境，因为这正是帕克最新预言的核心所在。战争开始时，美国在中东部署了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2月中旬，福特号航空母舰也接到命令驶向该地区。到3月7日，第3艘航母布什号也被派往中东。3艘航母同时在中东战区，其这是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最庞大的海军力量投射。但伊朗从一开始就把美军航母视为头号目标。在战争爆发之前，哈梅内伊本人就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出过威胁。他写道，美国人不断说他们已经派了一艘军舰来对付伊朗，当然，军舰是危险的军事装备。然而，比那艘军舰更危险的是能把那艘军舰送到海底的武器。这条推文被超过350万人阅读。伊朗的威胁并非全是空话。3月1日，伊朗革命卫队宣称他们的弹道飞弹击中了林肯号航空母舰。社交媒体上疯狂流传一段影片，声称展示的是林肯号在红海中起火燃烧的画面。美军中央司令部紧急在社群平台上辟谣，声称林肯号从未被击中，伊朗发射的飞弹甚至没有靠近过航母。事后调查显示，那段影片实际上最早出现在2025年6月，是一段军事模拟游戏的画面，被恶意者重新包装后用来制造恐慌。这场战争已经成为一场前所未有的资讯战。以色列的开源情报分析师塔尔哈金每天都在整理和揭穿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假资讯。他观察到，有人不断回收2024年和2025年伊朗对以色列飞弹攻击的旧影片，冒充为最近发生的事件。人工智慧生成的假影片也越来越逼真，连资深专家都越来越难辨别真假。许多散布假消息的账号都带有蓝色认证标记，账号名称中包含伊朗或新闻字样，看起来像是合法的新闻来源，实际上却与任何官方机构或可靠组织毫无关联。有些账号甚至会根据最新危机不断更换身份，今天假扮中东新闻员，明天就变成美国军事分析师。在这片真假难辨的资讯洪流中，普通人几乎无法判断哪些是真实发生的，哪些是精心编造的宣传。但无论资讯战如何喧嚣，美军在这场战争中
确实遭受了实实在在的打击。扛旗这一点是任何假消息都无法掩盖的，但真正的危机随后就来了。3月12日，福特号航母全球最大、最先进的航空母舰77上突然发生火灾。美国海军说，火灾起源于洗衣区域，不是战斗造成的，但多名水兵受伤。更严重的是，福特号在此之前就已经在应对其他机械问题，包括一个故障的污水处理系统。这艘价值超过130亿美元的超级航母不得不暂停空袭行动，在3月17到18日期间驶向克里特岛海军基地进行维修。想想看，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刻，美军最强大的战舰被迫退出战场，这对整个战局的影响有多大？3月16日，伊朗革命卫队的发言人更是直接公开声明，红海上的福特号航空母舰是他们的下一个打击目标。他的原话是，支持上述航母打击群的后勤和服务中心被视为伊朗武装力量的打击目标，他们无法逃脱这一困境。伊朗议会的一位议员甚至放话说，如果爆发全面战争，美国军舰可能被击沉，美军人员可能被俘虏。3月27日，伊朗的飞弹和无人机再次展示了实力。一场针对沙乌地阿拉伯苏尔坦王子空军基地的攻击，损坏了多架美军空中加油机，彻底摧毁了一架波音 E3 哨兵预警机，还造成至少15名美军士兵受伤。军事分析师莱顿形容这次攻击是对美国监控能力的严重打击。要知道， E3 预警机是美军的空中指挥中心，它被摧毁意味着美军在伊朗上空的态势感知能力受到了严重削弱。4月3日，更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771一架美军 F-15E 打击鹰战斗机在伊朗上空被击落，飞行员很快被找到并救出，但另一名机组人员在伊朗境内一个山间裂缝中躲藏了1天多才被救出。据报道，伊朗部落民向参加搜救行动的美军直升机开火，伊朗官方还悬赏捉拿失踪的美军飞行员。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美军面临的最直接的人员威胁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战争还暴露出了美军后勤体系的一些惊人漏洞。据报道，川普政府在轰炸伊朗之前没有提前警告在波斯湾作业的美国籍商船，结果多艘与美军有关联的商船被困在战区，船上甚至还有美国海军商船学院的学员。由于没有预先通知，这些船只完全没有撤离计划，学员们在海峡关闭后被困了数周之久。这个细节虽然没有登上头版头条，却深刻反映了这场战争决策的仓促程度。与此同时，反战的声音也在全球各地出现。4月4日，以色列特拉维夫爆发了反战示威。以色列最高法院下令允许600人在哈比马广场举行抗议，但实际到场人数接近1000人，警察不得不出动防暴部队，警告示威者不要迫使警方动用武力。在以色列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和代价。而在美国国内，针对战争的辩论同样激烈。美国国会甚至有议员提出援引第25修正案，质疑川普的决策能力。那么，伊朗真的有能力击沉一艘美国航母吗？专家们的看法是困难，但并非不可能。历史上，美国海军已经有将近81年没有在战斗中损失过航空母舰了。上一次是在1945年2月的硫磺岛战役中，一艘护航航母被日本神风特攻队的多次撞击所击沉。如今的核动力超级航母体型更大，设计更先进，拥有大量冗余系统，要击沉一艘确实非常困难。2005年，美国海军在测试中试图击沉退役的美国号航母，结果发现它承受了大量攻击，仍然屹立不倒。但专家也指出了几个关键的风险因素。第一，伊朗可能不需要瞄准航母本身，那些防御较弱的护卫舰和驱逐舰才是更容易得手的目标。第二，无人机蜂群攻击可能对航母的甲板上的飞机和人员造成毁灭性打击，即使无法击沉航母本身。第三，不要忘了乌克兰军队曾经用岸基反舰飞弹击沉了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旗舰，这件事在发生之前同样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在荷默兹海峡这样的狭窄水域中，情况更加危险。海峡最窄处只有大约30多公里，伊朗沿岸部署了反舰飞弹、无人机、
快速攻击艇和水雷，从近距离发射的武器，留给美军防御系统的反应时间极短。美军官员此前就坦诚，荷默兹海峡是一个充满威胁的伊朗杀戮区，战舰每次都必须成功拦截敌方的攻击，但对手只需要命中一次就够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并非只靠常规武器，革命卫队此前展示了一种超音速飞弹，速度极快且配备多弹头，这被伊朗高层描述为向敌人传递的明确讯号。此外，伊朗在海峡沿岸的山区建设了大量地下设施和隐蔽发射阵地，这些阵地即使在遭受大规模空袭之后，仍然可能保留相当的打击能力。根据印度国防消息人士的报道，伊朗已经在战争中损失了大量弹道飞弹，飞弹攻击减少了90%，无人机攻击减少了 83%，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失去了对海峡的控制能力。地雷、快艇和短程飞弹依然是巨大的威胁。有一个细节特别令人不安，据一份报道透露，伊朗甚至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在海峡中布设的部分水雷的追踪，也就是说，他自己都不清楚所有水雷的确切位置。这意味着，即使伊朗真心想要完全重新开放海峡，他可能也无法做到信齐，至少在短期内无法做到。而美军的扫雷能力目前也面临严重不足的问题。美国海军第5舰队只有3艘配备扫雷任务模组的滨海战斗舰，其中2艘在新加坡进行维护，第3艘据报在印度洋栖息，可能是为了躲避伊朗的攻击。美国海军在2025年9月还退役了8艘复仇者级扫雷舰中的4艘。换句话说，在最需要扫雷能力的时候，美军的扫雷力量反而是最薄弱的，这正是帕克最担心的场景。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停火谈判的崩溃，以及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经过40天的激烈交火，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美伊双方终于在4月7日到8日达成了为期2周的停火协议。伊朗也同意在停火期间重新开放荷默兹海峡的航行。巴基斯坦总理夏里夫在社群媒体上写道，双方都展现了非凡的智慧和理解，并积极推动和平与稳定的事业。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以为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停火协议的墨迹未干，以色列就打破了和平的幻想。以色列发动了代号“永恒黑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指挥和控制中心进行了自战争开始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以色列声称，这是针对黎巴嫩南部贝鲁特和贝卡谷地所有真主党指挥中心的全面行动。结果极其惨烈屈膝，仅1天之内就有超过357人丧生，超过1200人受伤，其中1/3是妇女和儿童。仅在贝鲁特就有至少92人死亡，742人受伤。黎巴嫩政府将这些攻击谴责为战争罪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与伊朗的停火不延伸到对真主党的作战。他在一段13分钟的电视讲话中声称，以色列已经粉碎了伊朗的核计划、飞弹能力和领导层，但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对此表示怀疑。更雪上加霜的是，在停火宣布后的第1天，伊拉克境内亲伊朗的民兵组织就对美国驻巴格达外交支援中心和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的设施发动了多次无人机攻击。美国大使馆发出安全警报，谴责这些攻击。美国副国务卿兰道传召了伊拉克驻美大使，要求伊拉克政府展开全面调查。自战争开始以来，伊朗在伊拉克的代理人武装已经对美国人员和设施发动了数十次攻击，但停火第1天就遭到袭击，让外界对停火的实际效果充满质疑。伊朗的反应迅速而愤怒，伊朗威胁说，如果对黎巴嫩的侵略不立即停止，他们将直接攻击以色列。伊朗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攻击，伊朗暂停了荷默兹海峡的通航。到4月9日，停火协议中关于重新开放海峡的承诺完全没有兑现的迹象，船只再次被阻止通过。接下来就是4月11日到12日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历史性面对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副总统万斯率领，特使维特科夫和川普女婿库什纳随行。伊朗方面派出了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和议会议长加利巴夫，这是2015年奥巴马政府核协议以来，美伊两国首次面对面接触。
双方在伊斯兰堡的塞雷纳酒店进行了长达21个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从周六一直谈到深夜。巴基斯坦方面原本以为双方已经接近达成协议的总体框架，然而4月12日，万斯步出谈判会场，面对记者宣布谈判破裂。他说伊朗选择不接受我们的条件，但也留下了一线希望，表示他留下了一个最终也是最佳的方案，看伊朗是否会接受。双方的核心分歧在哪里？美国的15点方案要求伊朗终止核计划，限制飞弹能力，重新开放荷默兹海峡，限制对武装团体的支援，并以解除制裁作为交换。而伊朗的10点方案则要求美国和以色列停止所有攻击，包括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提供安全保障，防止未来侵略，支付战争赔偿，在国际上承认伊朗对荷默兹海峡的主权，以及释放被冻结的60亿美元海外资产。双方在浓缩油库存和海峡控制权这2个问题上的立场几乎完全对立。谈判破裂后的几个小时内，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投下了重磅炸弹。他宣布，美国海军将立即对荷默兹海峡实施封锁，阻止任何试图进出海峡的船只。他还特别针对那些向伊朗支付过路费的船只发出警告。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确认，封锁将于东部时间4月14日上午10点开始执行，但强调不会影响前往非伊朗港口的船只。伊朗的反应同样强硬到了极点，革命卫队发出声明，警告任何靠近荷默兹海峡的军事船只都将被严厉且果断地对待。伊朗议会议长加利巴夫在社群媒体上张贴了白宫附近加油站的油价照片，嘲讽地写道：好好享受现在的汽油价格吧，随着所谓的封锁，你们很快就会怀念每加仑4到5美元的汽油了。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则表示，在40天的战争中，美国已经学到了胜利，取决于民族意志和战场优势，而不是社交媒体上的言辞。未来几天，他们还会学到外交是尊重、互动和接受现实的舞台，而不是强行灌输己方愿望。就在谈判破裂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11日，2艘美国海军飞弹驱逐舰克里迈克尔墨菲号和法兰克 ·E· 彼得森号颗粒已经穿越了荷默兹海峡。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美军战舰首次通过这条水道。墨菲号故意打开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这在海军作战中极为罕见，因为军舰通常会关闭这个系统以隐藏位置。专门研究军事和海事历史的坎贝尔大学教授梅尔科格利安诺在他的播客中指出，你不会在海军军舰上不小心打开自动识别系统，这是故意的。他们想在荷默兹海峡的另一端打开它，向全世界展示他们已经通过了。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些驱逐舰正在为清除伊朗革命卫队布设的水雷创造条件，但伊朗声称一艘美国船只在收到警告后掉头离开了海峡，双方各执一词，局势一触即发。更令人担忧的是，川普在谈判破裂后不仅宣布了海上封锁，还暗示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他在社群平台上写道，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已经完全上膛待发，我们的军队将完成伊朗所剩不多的部分。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更是直接威胁说，可能攻击伊朗的民生基础设施。我不想这样做，但那是他们的水源，他们的海水淡化厂，他们的发电厂，这些非常容易被打击。现在让我们把所有这些拼图放在一起，看看帕克的最新预言究竟在警告我们什么。帕克在最近的影片中反复强调，2026年是一个多重危机交汇的转折之年。他的预言不仅限于中东战争，而是涵盖了一系列可能改变世界格局的事件。第一个重磅预言，七七川普可能寻求第3个任期。帕克认为，如果全球冲突持续恶化，川普可能会以紧急状态为由延长执政。他说，将会发生某些事情，推翻现有的规则，而那段时期将是巨大冲突的时代。他进一步解释说，在下一次美国大选前后，世界上可能正在发生某些可怕的事件，比如一场战争，紧急权力可能被启动。川普因为世界局势太过危险而不得不继续留任，因为此时举行选举会被认为过于冒险。美国宪法第22修正案确实规定，总统最多只能担任2个任期，
但有法律专家指出，修正案的措辞只禁止一个人被选举为总统超过2次，而不是禁止担任总统这之间存在一个微妙的法律漏洞。帕克还举例说，谁能想象美国会考虑吞并格陵兰，或者绑架委内瑞拉的国家领导人？世界变化太快了，曾经不可能的事情正在一件接一件地变成现实。第二个预言，却日本可能遭遇灾难性的毒气云。帕克早在2015年出版的书籍中就记录了这个预感。他说，在纳迪占星术的解读中，他看到一个国家被毒气云完全笼罩的景象。近期的进一步解读确认这个国家就是日本，时间大约在2026年8月，地点在日本北部。考虑到帕克对伊朗的预言已经高度应验，这个关于日本的警告就格外令人不安了。第三个预言，全球性的网络攻击。帕克预测2026年将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可能导致加密货币市场崩溃、工业生产瘫痪，甚至冲击人工智慧产业。他建议所有人立刻备份重要数据，不要完全依赖云端储存。他警告，这场攻击的规模可能超过人类历史上见过的任何一次。第四个预言，亲中俄联盟对抗美国。帕克根据纳迪文本的解读，预测中国和俄罗斯将加强合作，形成一个对抗美国的联合阵线。他还预见了北约权威的衰退，以及一个新的全球维和机构可能在2030年前出现。他提到，中国最近进行了大规模的军队清洗，撤换了众多将领，新上任的领导层可能会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第五个预言，兴斯伊朗的政权更迭。帕克预见了伊朗神权体制可能在2027年之前崩溃。他提到了前伊朗王室继承人雷扎巴列维的象征性回归。在他的灵视中，他看到了黄色和红色的旗帜以及一只狮子飞越伊朗上空的意象。他认为这些象征正在变成现实，但他同时发出了清醒的警告，革命并不总是带来人们期望的结果，有时候更糟糕的政权会趁机上台。我不是说这里一定会发生，但这是一个风险。第六个预言，全球粮食和能源危机。帕克在3月的影片中警告说，伊朗战争加上乌克兰冲突，再加上全球气候恶化期，特别是欧洲今年的极端天气和洪水期，可能在2026年底之前引发严重的粮食和药物短缺。他称之为完美风暴。让我们把帕克的这些预言和另一位重要的预测者做个对比。耶鲁大学毕业的北京学者蒋学勤，被称为中国的诺斯特拉达姆斯。他使用一种叫做预测史学的分析框架，在 YouTube 上拥有150万订阅者。早在2024年5月，蒋学勤就预测了川普2次当选，以及随后美国与伊朗的重大对抗。他警告这场冲突可能演变成一场消耗战。他指出，伊朗拥有山地地形和庞大的人口，已经为这样的对抗准备了将近20年。他认为胡塞武装、真主党和哈马斯等组织的战略目标是长期消耗美国的力量，而不是在战场上寻求即时胜利。蒋学勤曾在美国知名节目《突破点》中分析说，美国最终可能在一场漫长的战争中失利。有意思的是，帕克和蒋学勤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其一个用灵性解读，一个用历史分析框架及其，却得出了惊人相似的结论。这场冲突不会像美国预期的那样快速结束，而是会演变成一场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消耗战。两个人都指出，伊朗的地理优势和民族韧性不容小觑，而目前的现实似乎正在朝着他们共同预测的方向发展。目前的局势似乎正在印证蒋学勤的分析，美国试图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迅速解决问题，但伊朗利用荷默兹海峡和代理人网络，成功地将冲突拖入了一场美国最不愿意打的消耗战。战争已经持续了6周多，各方的经济损失都在天文数字级别。这场战争也在国际社会中引发了深刻的分歧。中国从一开始就谴责美国的军事行动，呼吁外交解决方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警告说，任何涉及伊朗的战争都将对整个地区产生后果，升级的紧张关系可能破坏更广泛的中东稳定。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更是直接表态，声称如果德黑兰提出请求，阿富汗准备在美国攻击的情况下与伊朗合作。印度则在压力下减少了对伊朗石油的采购。
并在2月扣押了多艘与伊朗非法石油运输有关的船只。法国总统马克宏下令法国航母战斗群驶向地中海。多国组成的联盟正在试图确保荷默兹海峡的通航自由，但实际效果有限。还有一个很少被提及但极为重要的问题，重建美军在中东战争中受损的飞弹防御系统需要大量使用镓等关键矿物，而这些矿物的加工几乎完全被中国垄断。中国还控制着超过90%的重稀土加工能力，这意味着美国越是在中东消耗军事资源，它在未来面对中国挑战时就越被动踩泥。而中国恰恰是帕克和许多地缘政治分析师认为的下一个大 boss。战争已经持续了6周多，伊朗自身的经济损失估计高达3000亿至1万亿美元，但美国的战争成本同样在飞速攀升。皮奇到3月中旬已经花费180亿美元，五角大厦又申请了2000亿的追加预算，阿拉伯国家的损失也超过了1200亿美元。荷默兹海峡的封锁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远超大多数人的想象。在战前，这条海峡每天通过的原油约为2000万桶，占全球海运石油贸易的1/4。封锁之后，全球石油市场瞬间陷入恐慌，各国的加油站油价飞涨，物流成本暴增，从食品到日用品的价格都在连锁反应中被推高。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的专家凯伦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如果封锁持续，市场将面临约700万桶原油和400万桶成品油的短缺。他警告说，即使战争结束，油价也不会很快回落，因为海峡重新开放和受损石油设施的修复都是巨大的变数，可能要到2026年底甚至更久，油价才能回归正常。伊朗革命卫队在海峡设立了自己的北航道，位于拉拉克岛以北而非主航道的以南，想要通过的船只必须向伊朗支付高昂的过路费。据报道，每艘船高达200万美元，而且以人民币结算。中国和印度的油轮成了少数能通过海峡的船只。巴基斯坦的一艘油轮也在3月16日获得伊朗许可通过。到了4月上旬，即使在所谓的停火期间，每天也只有寥寥几艘船能够通过，远低于战前每天约140艘的正常水准。战争的经济代价令所有参与方都在流血。到3月19日，美军的战争支出已达约180亿美元，五角大厦又向国会申请了2000亿美元的追加预算。到3月底，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损失估计超过1200亿美元，而伊朗政府自己评估的经济损失更是触目惊心，甚至少3000亿美元，可能高达1万亿美元。这不仅包括军事成本，还包括石化工厂、钢铁制造厂、药品工厂、大学、学校、医院、银行、海港、机场、桥梁、铁路和部分电网遭到的破坏。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普通人的生活被摧毁。战争中的人员伤亡同样令人痛心。据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活动人士新闻机构统计，自战争开始以来，伊朗已有至少1701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254名儿童。在黎巴嫩方面，自战争波及以来，已有至少1497人被杀，其中包括57名医护人员。国际特赦组织则指出，至少30人因与1月份起义相关的指控面临死刑，其中8人已在2月份被判处死刑。审判过程被形容为仓促且极不公正。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场战争正在严重消耗美国在其他战略方向上的军事实力。大西洋理事会的分析指出，部署到伊朗战区的航母、轰炸机和飞弹防御系统本来是用于威慑中国的关键力量。如果冲突继续拖延，美国在印太地区应对中国威胁的能力将受到严重削弱。原本计划在2026年5月退役的尼米兹号航母已经被延长服役至2027年3月。这不是因为尼米兹号状态良好，而是因为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航母来同时应对中东和太平洋2个方向的威胁了。那么接下来10天到底会发生什么？综合帕克的预言和目前的局势分析，有几个场景值得密切关注。场景1，美军封锁行动触发海上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封锁已于4月14日开始执行。如果美军拦截一艘向伊朗支付过路费的中国或印度油轮，
这可能立刻引发更大的外交危机，甚至把更多国家卷入冲突。伊朗革命卫队已经警告，任何接近海峡的军事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打击。如果双方在海峡中直接交火，停火将彻底瓦解。场景2，伊朗对美军航母发动攻击。随着美军3艘航母逐渐集结到中东，他们将成为伊朗飞弹和无人机的首要目标。即使伊朗无法击沉航母，但如果能像3月12日福特号火灾或3月27日预警机被毁那样，对航母作战能力造成严重损害，也足以改变整个战局的走向。场景3，冲突扩大到其他地区。帕克预测战争可能蔓延到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封锁曼德海峡及其另一条全球关键航道。如果荷默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被封锁，全球石油供应将面临灾难性的中断。此外，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正在持续升级，这可能把伊朗拖入更大规模的区域冲突。场景4，和谈在最后一刻出现转机。万斯离开伊斯兰堡时留下了一个最终最佳方案。伊朗方面也表示，双方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了理解。如果幕后外交发挥作用，巴基斯坦、中国和其他中间方继续施压，一个有限的停火延期或临时协议并非完全不可能。但不管哪个场景最终上演，帕克的核心警告都已经被现实证实了。此时2026年确实是一个危机交汇的年份，而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转折的悬崖边缘。帕克在他的预言中反复引用纳迪教义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未来是可以被改变的。他分享这些预言的目的不是要制造恐慌，而是要鼓励人们采取正面的行动，不管是祈祷、冥想还是积极推动和平。他坚持认为人类的集体意识是可以影响历史走向的。他说，我们正在见证艰难时代的最后阶段，在这之后，一个更好的时代将会到来。我们必须专注于正面的思念，但我们也要保持理性。帕克的预言记录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并非百发百中。预言这种东西天然就存在幸存者偏差，我们往往只记住那些应验的，而忽略了大量没有成真的。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无论帕克的预言最终是否全部应验，中东的现实局势本身就已经足够令人担忧了。美国海军正在准备封锁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航道，伊朗革命卫队扬言将对任何靠近的军舰进行打击，脆弱的停火随时可能崩溃，全球经济在高油价和供应链中断的压力下摇摇欲坠。这不是电影，这不是预言，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回顾帕克过去30多年的预言生涯，他的方法论值得我们深入了解。帕克并不依赖单一的预测方式，而是结合了多种灵性传统。除了古印度的纳迪占星术之外，他还使用传统的通灵解读和梦境分析。他在2015年出版的书籍《来自宇宙的讯息》中，记录了许多当时看似荒谬，但后来应验的预感。他经常强调，他所看到的不是固定的命运，而是基于当前能量趋势的最可能路径。这意味着人类的选择和行动可以改变未来。有意思的是，帕克的预言方式和传统地缘政治分析之间的界限，有时候比人们想象的要模糊得多。当他说，我感觉到伊朗将面临直接军事打击的时候，一位资深的国际关系学者可能也会基于川普的言行、美军的部署模式和历史先例得出类似的结论。帕克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细节的把握，攻击时间点、攻击方式、后续发展时间，这些是单纯的逻辑推理很难做到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帕克做过很多没有应验的预测，只是这些失误很少被媒体报道。这是预言界普遍存在的幸存者偏差。我们只记住那些命中的，而遗忘了大量落空的。帕克自己也多次承认，他的预言并非100%准确，这也是为什么他总是鼓励人们将他的话视为参考，而非定论。说回当下的局势，此刻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美国海军封锁荷默兹海峡的行动已经在今天开始执行，而伊朗革命卫队的最后通牒也摆在了桌面上。2支武装力量在一条只有30多公里宽的水道上对峙，而这条水道承载着全球1/5的石油供应。任何一个误判、一次意外、一枚失控的飞弹，都可能引爆一场无法收拾的全面冲突。
帕克曾经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当前的世界局势。他说，我们就像是坐在一艘正在驶向瀑布的船上，所有人都在争论方向盘该往哪边打，却没有人注意到前方的深渊已经近在咫尺。中东的战火，欧洲的经济困境，亚太的军事紧张，全球的网络安全威胁这些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相互连结的，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倒下可能带动所有的倒下。他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直播中特别提到了一个让他深感不安的灵感画面。他说他在冥想中看到了一面黄色和红色的旗帜在伊朗上空飘扬，一只狮子飞越了整个国家。在他的解读中，这象征着伊朗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内部变革，依旧秩序正在瓦解，新的力量正在崛起，但他同时也看到了混乱和不确定性，因为变革的过程从来都不是平顺的。他特别提到了伊朗前王室继承人雷扎巴列维，预测他将以某种象征性的方式回归伊朗的政治舞台。帕克还对更远的未来给出了一些大胆的预测。不过在谈论远景之前，还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报值得注意。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最近获取的情报显示，截至2026年2月初，伊朗有意图使用无人机从一艘不明船只对美国本土发动突袭攻击，目标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不明设施。这个情报是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后才被公开的，但它意味着伊朗可能早已在为直接攻击美国本土做准备。如果这种攻击真的发生，那将是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本土首次遭受外国势力的直接军事打击。帕克此前警告过华盛顿和纽约可能成为目标，而现在看来，加州也在伊朗的打击清单上。回到帕克对未来的展望，他认为到2030年之前，现有的国际秩序将发生根本性的重组。联合国在他看来一直是无牙的老虎，介入太晚，效果太差。他预感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将会出现，可能从北约和联合国的变革中诞生，也可能与川普推动的某些倡议有关，专门负责通过冲突管理来维护和平。这个新组织可能与美中之间潜在的冲突有关，因为纳迪占星术的解读暗示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他还预测基督教信仰将在欧洲出现复兴，成为更广泛的灵性重启的一部分。在经历了这些动荡之后，人们会重新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和意义。这与帕克一贯的核心信念一致，直到他相信人类正在经历一个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的艰难阶段，而这些苦难虽然痛苦，但最终将催生出一个更加公正和和平的世界。当然了，我们谁也无法100%确定未来会走向何方，但有一件事是所有分析师和预言家都同意的，那即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时期。旧的游戏规则正在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而在这个过渡期中，风险是最高的。就在我准备这期影片的时候，又收到了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封锁行动将在4月14日上午10点正式开始执行，而伊朗革命卫队则在几乎同一时间发出了他们最新的警告，任何试图接近荷默兹海峡的军事船只都将遭到严厉且果断的对待。英国表示不会参加美国的封锁行动，但正在与法国和其他伙伴合作，组建一个广泛联盟来保护航行自由。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则表示，美国没有要求澳大利亚提供帮助，他们是单方面做出的决定。接下来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可能出现改变世界的消息。帕克的预言是否会再次应验？停火协议是否会彻底瓦解？美军航母是否会在荷默兹海峡的杀戮区中遭遇伊朗的飞弹？全球油价是否会继续飙升到让所有人都承受不起的程度？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就在接下来的10天之内揭晓。而帕克说的至少有一点是对的，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完全安全的了。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近来热议的预言，这个预言结合了中国、一场瘟疫、撒旦的阴谋以及神秘的光明会，听起来就像一部最疯狂的惊悚电影情节。然而，许多人相信，这可能就是我们当前现实的缩影，也是对未来的警示。这个预言来自美国的一位牧师布兰登·比格斯，
他曾因据称准确预见某些重大事件而声名大噪，例如据称提前4个月梦见了川普遭遇刺杀的场景。当2024年7月，川普在宾州拉票时真的遇袭受伤，阴谋论者惊呼布兰登的梦境竟一语成谶。同时人们也注意到1995年的一副桌上卡牌游戏光明会新世界秩序早已预言这一幕。卡牌上有个长相酷似川普的男子，中英文标语写着 Enough is enough， 而川普遇袭时正巧在集会上说出够了就是够了的话。这些巧合让人不寒而栗，也让布兰登·比格斯的后续预言备受关注。当前的时代背景也让这个预言格外引人深思。经历了3年的新冠疫情浩劫，全球局势并未恢复平静，各种乱象此起彼伏，经济动荡、通货膨胀、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落，许多人感到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就在此时，许多自媒体频道开始转述布兰登的意象，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人们惊讶地发现，他过去的预言不仅包括川普遇袭，还曾在2025年前做出过其他惊人的警示。例如，他预告过新一波瘟疫与战争即将降临，全球经济将面临崩盘危机，甚至世界石油财富的版图都会转移。这些言论当时听来危言耸听，但随着疫情余波未了，俄乌战事和台海紧张等接连出现，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布兰登的话。如今来到2026年初，布兰登再度发布令人震惊的意象预言。他这次的信息矛头直指当前世界种种乱象的背后，有着一场更黑暗、更宏大的阴谋。他谈到了中国，谈到了瘟疫，谈到了邪恶势力如何策划毁灭人类的计划，以及那传说中隐匿在幕后操控一切的光明会。更令人惊异的是，他呼吁人们立即行动，以信仰和祈祷来对抗这场阴影中的战争。接下来，让我们深入预言的细节，抽丝剥茧，看清其中隐藏的真相与警示。布兰登在预言中首先提到的是一场瘟疫，他强调，这并非自然产生的疾病，而是有人刻意研制并准备释放的致命病毒。他甚至恳请所有听到预言的人立刻开始祈祷，求天降神火惩击那些正在策划生化灾难的黑手。在他的意象里，他仿佛看见某个秘密实验室内，科学家在邪恶势力驱使下培养新型病原体。当病毒即将被放出祸害众生的一刻，天火突然从天而降，将实验室付之一炬。这正是他希望透过集体祈祷而实现的神迹画面。听起来匪夷所思吗？事实上，最近几年的全球经历已经让我们见识到瘟疫的威力。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短短数月内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改变了所有国家的日常生活。虽然科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新冠病毒可能源自自然，但也有许多声音怀疑它出自实验室事故，甚至有人质疑这是否一场有预谋的生物战。毕竟，武汉病毒研究所就在疫情爆发的中心城市，巧合的令人不安。而更令人惊悚的是，就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底，国际上几个权势组织还举办过一场名为 Event 201的大流行病模拟演习，情境居然与随后发生的现实疫情极为相似。这一切是单纯的巧合，还是早有剧本？许多人开始相信，某些幕后黑手可能早已将瘟疫当作工具，用来打击敌国、控制人口，甚至重塑世界秩序。如果说新冠或许还是一次警告，那么布兰登预言中的下一场瘟疫将可能更加可怕。他暗示邪恶势力积极策划研发更高致死率、更强传染性的病毒，企图在人类尚未从上一波疫情恢复元气时再度痛下杀手。试想，一种结合伊波拉的致命和新冠的传染力的病毒，如果同时在多地爆发，人类社会将陷入何等绝境？城市可能封锁，经济停摆，医疗系统瘫痪，恐慌与混乱将胜过以往任何时刻。对那些阴谋家而言，瘟疫就是最隐蔽又有效的武器，不必发一枪一弹，就能让国家内部自乱阵脚，让民众在恐惧中服从管制。更可怕的是，在数位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集权者可以借由疫情实施更严密的监控，从健康码到行动轨迹追踪，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这岂不正是某些势力梦寐以求的局面？布兰登对此发出了疾呼。他认为瘟疫背后绝非偶然，而是出自撒旦的阴谋。
换言之，那些研制并散播病毒的人，表面上也许是科学家或军事专家，实际上则是在为更黑暗的主人服务。他们可能受利益驱使，或被权力挟持，但深层的动机来自对人性的蔑视和对邪恶力量的崇奉。历史上不乏疯狂科学家为独裁者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例子。从二战时期日本帝国的731部队在人体上培养病菌武器，到冷战期间某些国家秘密研发炭疽、天花病毒用于战争，都证明了人类自己就有能力酿造毁灭。然而布兰登警告，现在的危机更不同凡响，因为牵涉其中的黑手并非单一国家，而是一个跨国的秘密集团，其背后有着更邪恶的意志。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引人深思的巧合。早在2010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曾发表一份报告，虚构推演了一个名为锁步 Lockstep 的未来情境，描述一场全球流行病如何让各国加强管控，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几乎没人料到。10年后，这个情境在现实中部分成真。随后，世界经济论坛在疫情期间提出了所谓大重置 The Great Reset 的计划，倡议利用疫情契机重塑世界经济与社会秩序。阴谋论者认为，精英们正是借由瘟疫制造混乱，从而推行预定好的新秩序。此外，比尔·盖茨等科技富豪在公开场合谈论全球人口问题时，也引发巨大争议。他的一句“如果我们的疫苗做得好，可以让人口减少1%，被人反复引用，视为精英计划用疫苗削减人口的佐证。尽管他原本的意思并非如此，还有更极端的说法，认为新冠疫苗中被偷偷植入奈米晶片，未来可透过 5G 网络远程操控接种者的思想行为。虽然缺乏科学证据支持，但这些传言的流行本身就说明了大众对幕后黑手的疑惧之深。试想，一场全球大瘟疫过后，如果真的出现某种全球性的电子植入身份验证制度，那和圣经启示录中兽的印记几乎别无二致。从这些迹象看来，瘟疫不只是天灾，更可能是人祸，是一盘精心布局的棋局。提到这跨国秘密集团，就不得不谈谈传说中的光明会。光明会 Illuminati 这个名字常常出现在各种阴谋论话题中。据说它由一小撮掌握巨大权势的精英组成，包括某些政坛巨擘、金融寡头、顶尖科技巨头，甚至隐秘的皇室血脉。他们在人前或许身居高位，衣冠楚楚，但在幕后可能同属一个黑暗兄弟会，信奉着远离大众视线的议程，目的是建立一个由他们主宰的新世界秩序。这个组织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数个世纪前的欧洲。1776年巴伐利亚秘密社团的成立被视为光明会传说的起源。正史虽然对此只字未提，但民间一直盛传他们从未真正解散，而是藏身于现代各权力中心内，继续蛊惑操纵着世界走向。他们被指控渗透各国政府和经济体系，在幕后制定隐秘议程。例如，美国近年热议的深层政府 Deep State 概念，指的就是一群不受选举制约的幕后精英情报首脑、军工集团、大型财团共同操纵国家政策的影子势力，被视为光明会在美国的写照之一。在全球范围内，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比尔德堡会议等精英集会，以及各种私人俱乐部，如美国的骷髅会、波西米亚俱乐部，也常被怀疑是光明会协调计划的场所。一些历史学者指出，许多重大历史转折，如法国大革命、2次世界大战甚至冷战格局的形成，背后都有国际秘密势力推波助澜的痕迹。例如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等金融家族在战争中谋取暴利，据说他们与各国政府高层保持着超乎寻常的影响力。这些跨国家族和财团被阴谋论视为光明会的中坚，其终极目标是在经历几场大动乱后建立一个由他们掌控的全球政府。世界各国的符号和建筑中也被发现隐藏着光明会的印记。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美国$1纸币背面的图案，一座未完成的金字塔顶端有一只权势之眼，四周的拉丁标语写着光明照临 Annuit Captis 和新世纪秩序 Novus Ordo Seclorum。许多人相信这正是光明会向全世界昭示其存在的符码。此外，在流行文化领域，不少国际巨星的音乐录影带和演唱会造型中频繁出现，
遮一只眼、三角形眼睛等图像，甚至会做出象征邪教的666手势。在电影和广告里也常见这些隐秘符号。阴谋论者解读，这是光明会控制娱乐产业，向大众潜移默化灌输信息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他们自鸣得意的炫耀。即便将真相摆在眼前，多数沉睡的人也察觉不了。布兰登的预言明确提及撒旦的阴谋，并将之与这些幕后精英挂钩。所谓撒旦的阴谋，可以理解为人类历史上所有离经叛道、颠覆道德的计划之总和。在宗教视角里，撒旦一直试图挑战神的秩序，引诱人类堕落，而现实中的贪婪权贵正是不自觉地充当了他的马前卒。这些阴影中的策划者为了权力和私欲，不惜践踏人伦，甚至进行献祭与邪恶仪式来换取黑暗力量的庇佑。有传闻指称，在某些上流社会的秘密聚会中，确实存在崇拜撒旦或进行怪异仪式的情节。他们相信这能带来超凡的力量和智慧，听上去仿佛恐怖小说。但想想中世纪巫术信仰曾深入宫廷，再想想20世纪一些极权领袖，如纳粹高层对神秘学和异教仪式的狂热，这种传闻也就不足为奇了。布兰登暗示，当今某些掌权者已经与邪灵交易，用灵魂换取科技与权势。这正是为何近年科技突飞猛进，却伴随着道德沉沦，因为推动科技的人背后站着魔鬼的推手。若说这一切仍嫌过于虚无缥缈，那么让我们看看几件真实发生的怪事。前面提到的新冠疫情，有心人发现早在25年前就被一款卡牌游戏所预言。美国游戏设计师史蒂夫·杰克逊在1995年推出了桌上游戏《光明会：新世界秩序》，其中多张卡牌场景与随后20多年间的真实事件惊人相似。例如，一张名为 Epidemic 疫情的卡牌画面上，人们戴着口罩与手套，旁边有消毒液、疫苗、成堆的尸袋，还印着 Quarantine 隔离等字样。这幅图景与2020年全球各国因新冠病毒实施封城隔离的场景如出一辙，连细节都吻合得令人毛骨悚然。再如另一张 Enough is Enough 适可而止卡牌，卡面上一名金发男子怒吼着什么，背后隐约有枪口闪烁。许多人事后认出这男子与川普极为相像，似乎暗示他会遭遇枪击。而巧的是，川普遇袭当日，他在讲台上正好说出够了，适可而止。此外，卡牌中还包括恐怖袭击、核爆、人口控制、控制天气等等，每一张都对应着后来真实世界的一系列巨变。911事件、2011年日本大地震海啸，某些地区离奇的天灾人祸，如此种种都在让人怀疑，这副卡牌真的只是娱乐，还是幕后策划者洋洋自得的提前剧透？更骇人的是，减少世界人口这一目标在阴谋论圈子里被反复提及。有传言称，光明会认为地球资源有限，理想人口数量应维持在5亿左右。2010年，美国佐治亚州出现过一座名为乔治亚指南石的神秘花岗岩碑，上面刻着用8种语言写成的10条指导原则，其中第1条便是将人类维持在5亿以下，与自然永续共存。这块石碑的出资人至今不明，被认为与某秘密团体有关。诡谲的是，2022年7月，这座巨石碑突然遭人炸毁，随后被当局完全拆除，留下无数揣测。有人认为这是光明会灭迹藏踪的举措，也有人视之为正义力量对邪恶象征的宣战。无论真相如何，5亿人口论所代表的冷酷算计，正印证了阴谋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心态。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他们成功建立起一个世界性集权政府，那会是怎样的光景？宗教预言中，这常被称为兽之国度，其首领就是启示录预言的敌基督 Antichrist。 阴谋论者相信，光明会一直在为迎接这位终极独裁者铺路。当民族国家一一陷入混乱并倒下时，他们将拥立出一个表面上是救世主，实则集权的新全球领袖。届时，每个人或许都被要求在身上植入晶片或烙印、受印，才能购物生存。这与启示录的预言惊人的一致。到了那一步，人类将彻底沦为黑暗势力的奴仆，自由意志荡然无存。无论如何，光明会卡牌和诸多迹象所折射出的，正是阴谋论者对光明会的想象。世界走向动荡并非偶然，而是被一只无形之手推动着。
正如布兰登所提醒的，我们现在所见的战乱、瘟疫、经济危机，可能都只是那场终极阴谋的一部分。对光明会而言，混乱往往意味着机会。当各国因灾难元气大伤，民众陷于惊恐，他们便可以更容易地集权并推行统一的秩序。试想，如果连续不断的全球性危机让人们对现有政府彻底失望甚至绝望，一个超越国界的救世主势力崛起时，人们会不会抛弃主权观念而转向服从一个世界政府？那或许正是隐秘精英们的最终目标，推倒现有的一切社会结构，然后重建一个由他们掌控的新秩序。在这个过程中，撒旦的影子无处不在，他鼓动着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助长那些权欲熏心者去充当毁灭旧世界的工具。布兰登预言中反复强调了一个场景，一场由人类骄傲与高科技驱动的新巴别塔事件正在加速上演，而中国正处于这座通天巨塔的中心。在圣经记载中，远古的人类曾企图建造巴别塔直达天堂，结果触怒神明，导致语言被混乱，人类被迫四散。如今，在布兰登的意象里，中共政权所领导的中国仿佛扮演着当年巴别帝国的角色，以无神论和集权为驱动，用科技和野心堆砌起一座试图触碰天际的高塔。具体而言，这新巴别塔指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看看当今中国正在追求的种种极端计划。首先是天气操控。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力投入气象改造工程，甚至公开宣布要在2025年前实现对半个国土面积大小的区域进行人工降雨。从奥运开幕式前用火箭弹驱散云雨，到在干旱地区大规模实施人工增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在天气战争领域野心最大的国家之一。有阴谋论者怀疑，一些极端气候事件乃至邻国遭遇的离奇灾难，可能就包含着人为干预的痕迹。如果真是如此，那试图扮演风雨之神的行为，不正是对自然法则的挑战吗？试想，一个政权若能呼风唤雨，他对人民的掌控将更趋无所不能。但同时，一旦天气武器被滥用或失控，大自然的反扑也将不堪设想。再看基因改造与超级人种。2018年，一则震惊世界的消息从中国传出，一位科学家声称成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让2名婴儿在胚胎时期就免除了艾滋病易感基因。这对双胞胎成为人类首批基因编辑宝宝。虽然国际舆论谴责此举违反伦理，但也凸显了中国在前沿生物技术上的大胆尝试。除了这起事件，西方情报界也多次警告，中国可能正尝试将基因改造用于军事目的，例如培育所谓超级战士。想象一下，透过基因筛选和改造，造就一批耐力更强、反应更快，甚至智力超群的士兵，这对任何政权都充满诱惑。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已有此类超人种诞生，但中共对生物科研的投入和对道德规范的漠视，令外界担忧未来某天会出现现实版的优生计划。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布兰登提到的那股基因傲慢，人类企图自行决定自身进化的方向，宛如在扮演创世主的角色。如果说远古巴别塔是用砖石堆砌而成，那现代的巴别塔则是由基因片段和晶片电路构筑。我们是否正看着一场新的禁忌试验正在上演？还有人工智能 AI 的集权应用。中国的监控技术和 AI 发展举世瞩目，从密布城市每个角落的摄像头、人脸识别系统，到大数据驱动的社会信用体系，中共打造出一套前所未有的数位集权模型。更令人背脊发凉的是，他们甚至提出让 AI 来辅助，甚至部分取代人类进行决策。试想未来某天，一个高级人工智能成为智慧领袖，它掌握所有人民的资料，能计算并预判每个人的行为，从而优化社会运转。这表面上听起来效率极高，但实质是将人类自由意志完全交托给冰冷的算法。如果说撒旦的影子藏在细节里，那 AI 集权就是它的另一副面孔，以理性和秩序之名，掏空人性的灵魂。布兰登所警告的 AI 领导，可以理解为人类把上帝的位置让给了人工智慧，这是一种亵渎与危机的结合。除此之外，中国还在地下铸造方舟，许多迹象表明，中共高层一直在秘密建设大量地下设施，从深山核掩体、地下长城，到领导人专用的地下避难所，被形容为给权贵准备的末日方舟。表面上看，
这些工事是为了防范战争和灾难，但其规模之大，深度之深，让人怀疑他们是否在为某种预见中的世界末日做准备。这不禁让人想到布兰登预言中的场景，精英们自知玩火终将引爆灾祸，因此提前为自己预备退路，把普罗大众留在地面上承受苦难。如果说挪亚方舟是为了拯救一人，那这些地下方舟恐怕只是让罪魁祸首苟延残喘的避风港罢了。种种迹象串联起来，一幅惊心动魄的画卷浮现在眼前。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正被极权者打造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实验场，在这里，自然规律被肆意改造，生命奥秘被大胆篡改，人工智慧被赋予至高权力，而统治者则躲在他们挖好的地窖里暗自窃笑。这不就是现代的巴别塔吗？当年的巴别人或许以为攀上高天即可比肩神明，如今的狂人们则妄想用科技和暴力支配整个人类乃至天地万物。然而，玩火者终将自焚。正如布兰登点出的那样，他们在玩火。现在这座塔已经高耸入云，奢望建立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但它的根基是否稳固？大自然与神明真的会坐视不理吗？历史告诉我们，每当统治者自诩为神并践踏人道，往往就是他们覆亡的前夜。中共政权的所作所为早已引来许多人的担忧，不少观察家也早就预言它难以长久。除了政治、经济上的种种危机，中国古老的预言也多次指向这个红色朝代的终结。譬如明朝刘伯温的推背图和清朝袁天罡的烧饼歌，据说都隐含对近现代中国巨变的暗示。有趣的是，中国民间还流传着赤马红羊节的说法，指每逢60年一循环的丙午年与丁未年，俗称红马、红羊年，中国往往会经历动荡巨变。最近的一次丙午年是1966年，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掀起10年浩劫，而即将到来的2026年正好又是一个丙午年，2027年则是丁未年，这难道真是巧合吗？当前中国内外交困，天灾频仍，经济与民心都陷入低谷，仿佛一个巨人站在风雨飘摇的破塔上。实际上，当前中国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挑战，房地产泡沫破裂，大型房企接连暴雷，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年轻一代失业率屡创新高，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国际上，因着地缘野心和人权问题，中国遭遇愈发多的制裁与围堵，供应链也在外移。一连串天灾亦给中国重重一击。近年从河南特大暴雨到长江流域大干旱，再到各地反常的极端气候，无不加剧民生困苦。就在2022年底，民众甚至因不堪极端防疫风控而自发举起白纸上街抗议，表达对专制的不满，史称白纸运动。这一切迹象都表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厦正出现裂痕，或许用不着超自然干预，这座中国巴别塔也会在自身腐朽与人民的反抗下坍塌瓦解。布兰登的预言给出了画面，他看见那铁幕倒下了，曾经封闭严密的集权体制如同被撕裂的帐篷，里头肮脏丑陋的一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当铁幕崩塌之时，一道曙光将照射进去，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才有重生的机会。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真能看到这历史性的一幕，中国人民挣脱了无形的锁链，迎来信仰自由的新时代。当然，黑暗势力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一个政权倒下，阴谋家们或许会转移他处继续兴风作浪，但至少巴别塔倒塌的震撼将唤醒更多沉睡中的心灵。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光已经在闪耀。据传，布兰登还谈到，在台湾的天空将升起荣耀的旭日，一场伟大的复兴正在那里酝酿，神的恩典将复辟自由之岛，使之成为东方的新灯塔。当黑暗笼罩神州之时，另一束光却在海峡彼岸熊熊燃起，给人类留下希望的方向。从布兰登·比格斯3月9日的这场预言旅程中，我们看到了瘟疫的阴影、全球阴谋的黑手，以及人类傲慢筑起的现代巴别塔。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场末世巨变的前夜，邪恶势力在暗处布局，试图透过病毒、战争和科技牢笼来实现他们的野心。而另一方面，正义与觉醒的力量也在酝酿，准备刺破漫漫长夜的帷幕。这正是一场光明与黑暗的殊死较量，而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历史洪流之中。
无法置身事外。也许有人会对这些预言和阴谋论将信将疑，毕竟现代社会习惯用科学和理性去解释一切，神秘主义和预言听起来过于离奇。但回顾历史，每当巨变发生前夕，总有先知或智者发出警告，只是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当洪水尚未来临时，挪亚的方舟看似荒唐；当疫情未爆发时，少有人在意桌游卡牌上的离奇图画。然而一旦预言成真，再去懊悔，为时晚矣。因此，我们不妨怀着开放的心态审视这些预警，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真相大白之前，保持警惕总比麻木大意要好。事实上，2000年前写就的《圣经启示录》中，早已描绘出与布兰登预言惊人相似的末世场景。那里提到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的四骑士将横扫世界。有一个受制政权会统治万国万民，强迫所有人烙上他的印记，还有烈火从天而降，惩治作恶之城。最终光明的新耶路撒冷降临人间。无论是否信教，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今世界的动荡变局与这些古老预言存在着某种呼应。也许人类正走在一条被预示的道路上，而我们正在亲眼见证预言正一一成真。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布兰登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就是祈祷与良知。他呼吁人们以祈祷寻求上天的介入，正如他自己梦境中所示，恳求神以公义之火来制止邪恶的阴谋。同时，我们也要守护内心的良知与道德底线，不被恐惧和谎言所征服。当足够多的人选择了真相而非谎言，勇气而非惧怕，黑暗的势力就难以得逞。毕竟，阴谋再精巧，也敌不过亿万觉醒的心灵。一支蜡烛虽弱，小小光亮即可驱散一世黑暗。万千凡人心中的正气凝聚起来，足以撼动庞然巨塔。或许未来几年内，我们就将见证预言中的种种场景。也许真有新的瘟疫突然降临，也许某个不可一世的政权轰然倒塌，也许那所谓的新世界秩序阴谋浮出水面。到那时，我们回想起今日所听，便会明白这一切并非毫无征兆。当危难降临时，希望大家记得布兰登预言中的这句话：不要害怕，也不要绝望。黑暗看似强大，但光明终将胜利。这光明也许来自神的垂怜，也许来自人们内心善念的火花。无论如何，它将是引领我们度过劫难的灯塔。最后，无论您相信预言与否，这个故事本身已经发人深省。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危机中往往蕴藏转机。正如古老的中国谚语所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现在醒悟并采取行动，仍然为时不晚。让我们提高警觉，关注世界的变局，同时也守住自己内心的善与信念。也许正是每一个平凡人的善良选择，最终改写了那些看似不可改变的命运。当末日的乌云散去，我们期待看到晨曦破晓，照亮新生的希望。那一天，人类将走出阴谋与灾难的阴影，在真相与自由的曙光下展开新的篇章。就在2026年4月11日，美国副总统万斯站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讲台上，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话：谈判破裂了。他说伊朗拒绝接受美国的条件，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明确承诺。然后他转身登上空军2号飞走了。这场全世界瞩目的和平谈判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画下了一个冰冷的句号。但各位，这不只是一场谈判的失败，这是一个讯号，一个比你想象中严重100倍的讯号。因为在这场谈判破裂的背后，是一场已经持续了6个多星期的战争，是全球石油市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是荷姆兹海峡的封锁，是布伦特原油价格飙到每桶120美元以上，是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的疯狂上涨。更可怕的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早在今年2月就已经宣布了一个震撼全球的终极警告：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已经正式崩溃了，我们已经进入了他所说的大周期第6阶段，也就是最后的崩溃阶段。各位，我们可能正站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危险的十字路口。今天这期内容，我要带你从头到尾理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以及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
要理解今天的局势，我们得先把时间倒回得更远一点，回到2025年6月，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对伊朗发动了一场代号为雄狮崛起的12天战争。在那场战争中，以色列的精准打击摧毁了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击毙了超过30名高级军事指挥官和10几名核科学家，甚至攻击了德黑兰的埃文监狱，造成至少79人死亡。美国在那场战争的最后几天也直接参与了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到战争结束时，伊朗已经有超过650人死亡，超过2000人受伤。川普把这场冲突称为12天战争，显然是在类比1967年以色列的6日战争。那场战争的后果是什么？伊朗的军事和核能力遭受了严重打击，但政权并没有崩溃。相反，伊朗的议会投票暂停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英国、法国和德国随后启动了伊核协议的制裁恢复机制。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因为只有4票支持而未能通过。国际制裁导致伊朗里亚尔崩盘，引发了197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2026年1月，伊朗安全部队用枪支镇压了数千名抗议者，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川普以此为由，威胁采取军事行动，并在中东地区进行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就是在这个背景下，2026年2月的谈判开始了。双方其实都知道，这可能是避免全面战争的最后机会。那时候，美国和伊朗其实是在认真谈判的。最初的间接会谈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由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亲自调停，后来升级为日内瓦的面对面会谈。美国派出的是特使维特科夫和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伊朗派出的是外交部长阿拉格齐。阿曼外长甚至在美国 CBS 新闻的访谈中公开说，双方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一项核协议触手可及。听起来很美好，对不对？但问题在于，美国要的不是妥协，是投降。美国要求伊朗完全放弃铀浓缩能力，所有等级的浓缩都不行，包括民用级别的都不行。美国要求伊朗完全拆除核设施，而且要允许美国投资伊朗的民用核能项目。换句话说，你把核弹头的材料交出来，顺便把核工业的控制权也交给我。有分析人士后来形容，这根本不是谈判，这是在要求对方签投降书。伊朗怎么可能答应？他们把铀浓缩视为核不扩散条约第4条赋予的主权权利，把核能力视为国家生存的底线。更何况2018年川普就已经单方面撕毁了上一份核协议，也就是那个2015年花了好几年才谈成的全面联合行动计划。当时伊朗是在遵守协议的，结果美国说撕就撕，伊朗凭什么相信美国这次会守信用？国际危机组织的伊朗项目主任瓦兹后来在一个访谈中说得很直接，美国不是在寻求谈判，美国是在寻求投降协议，而这从来就不在选项范围内。更加吊诡的是，日内瓦第3轮谈判结束的时候，阿曼外长说双方已经同意3月2日继续技术性会谈。伊朗甚至提出了书面方案，表示愿意稀释部分60%的浓缩铀，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核查。换句话说，伊朗其实做出了比2015年核协议更大的让步。但川普在2月27日说他对谈判进展不满意，对伊朗的谈判方式不满意。然后仅仅24小时后，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空袭。这个行动代号叫做史诗之怒。各位，这不是一般的空袭，这是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设施、核设施、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情报总部，还有伊朗的最高领导层。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被击毙。没错，你没听错，伊朗的最高领袖，那个从1989年开始统治伊朗30多年的人，在以色列对其官邸的精准打击下丧生了。不仅如此，他的女儿、女婿甚至孙子都在同一次攻击中死亡。同时被击毙的还有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革命卫队司令帕克普尔、国防委员会秘书长沙姆哈尼，以及大量的军事指挥官和核科学家。伊朗的整个军事和政治指挥体系在一夜之间被斩首。到3月中旬，
据人权组织亨格奥估计，伊朗已经有超过5300名军事人员死亡，而美国这边呢，截至4月初，有13名美军士兵阵亡，约3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约有26人死亡，但伊朗的平民伤亡才是最触目惊心的。到4月7日为止，经确认的伊朗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600人，其中1700人是平民，15%的伤亡者是未满18岁的儿童。最让人心碎的是米纳布学校事件。2月28日，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在荷尔木兹干省米纳布市的一所女子小学遭到攻击，156人死亡，其中包括120名学生、73个男孩和47个女孩，26名教师全部是女性，还有7名来接孩子的家长。受害者大多是7岁到12岁的女童。多个独立调查机构，包括纽约时报和 BBC 核实团队，确认这是美国的精准打击导弹所为。伊朗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立刻展开全面反击，向以色列发射了数百枚弹道导弹，其中一些突破了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击中了特拉维夫、海法和迪莫纳等城市的住宅区和军事设施。他们还向中东地区所有驻有美军的国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包括科威特、巴林、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拉克。革命卫队声称已经发动了超过50波攻击行动，但伊朗最致命的一招是封锁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有多重要？让我给你一组数据，全球大约 20% 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都要通过这条水道运输，每天超过2000万桶原油通过这里。它最窄的地方只有21英里宽，三面被伊朗领土包围。2025年通过这里的石油中，大约 80% 是运往亚洲的。中国、印度和日本是最大的进口国，日本 70% 的石油进口要经过这里。卡塔尔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几乎100%要经过这里。3月4日，伊朗正式封锁了海峡，革命卫队发出警告，任何与美国和以色列或其盟国有关的船只都将被视为合法目标。他们在海峡布设了水雷，发动了至少21次确认攻击，3艘商船在1天之内被击中，邮轮交通量先是暴跌了 70%， 然后几乎降到了0。全球主要航运公司马士基和赫伯罗特宣布暂停中东航线。国际能源署把这次事件定性为全球石油市场有史以来最大的供应中断，甚至超过了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科威特、伊拉克、沙特和阿联酋的石油产量在2周内下降了超过1000万桶每天。布伦特原油从战前的70多美元飙升到超过120美元。美国汽油价格突破每加仑4美元。高盛警告说，如果海峡持续关闭超过1个月，布伦特原油全年均价将超过100美元。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模型估算，第2季度全球 GDP 增长将被拉低约 2.9个百分点。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模型更吓人，如果油价持续在每桶140美元维持2个月，欧元区、英国和日本将陷入经济收缩，美国也会停滞不前。但石油只是冰山一角，全球大约1/3的化肥贸易也要通过荷姆兹海峡。美国中西部正好赶上春播季节，化肥价格从每吨475美元涨到680美元。波斯湾沿岸国家 80% 以上的粮食进口被中断，到3月中旬，该地区 70% 的食品进口被扰乱，零售商被迫空运主食，消费价格暴涨 40% 到120%。而科威特和卡塔尔 99% 的饮用水来自海水淡化厂。伊朗的导弹竟然打中了部分设施。国际社会开始担心这场战争不只是军事危机，而是正在演变成一场人道主义灾难。然后以色列干了一件让全世界都震惊的事情。3月中旬，以色列空袭了伊朗的南帕尔斯气田设施。南帕尔斯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储藏区，位于波斯湾海底，而且伊朗那一侧的气田和坎斯的北穹顶气田是同一个地质结构。卡塔尔外交部直接谴责以色列的行为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伊朗的反应更加暴烈，他们直接向卡塔尔的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设施发射导弹，造成严重损坏。卡塔尔能源公司警告说，这些设施的修复可能需要长达5年时间。伊朗还攻击了沙特的 Samref 炼油厂、阿联酋的阿尔霍斯恩气田以及科威特的2个炼油设施。
布伦特原油一度飙升到每桶$119以上，欧洲天然气价格在1个月内翻了1倍，全球能源市场陷入了自1973年石油禁运以来最严重的恐慌。而就在这场能源战争的混乱中，以色列又干了另一件让地缘政治版图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事情，他们轰炸了伊朗境内的中国伊朗铁路基础设施。各位，这条铁路可不是普通的铁路，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项目之一，全长6500英里，也就是10400公里，从中国西安出发，穿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一直延伸到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的阿普林干港。中国投资了400亿元人民币建设这条铁路，它在2025年6月才刚刚通车。第一列双载货运列车安静地从西安出发，15天后到达德黑兰，海运需要30到40天，铁路只需要一半的时间。但这条铁路真正的战略价值不在于时间，它的价值在于它完全绕过了美国控制的2大海上咽喉要道，马六甲海峡和荷姆兹海峡。伊朗 90% 的石油出口到中国，而且大部分是通过所谓的暗黑船队运输的。这些船只关闭定位系统，在海上转运石油，把伊朗石油伪装成马来西亚或阿曼的石油，然后运到中国东部的小型民营炼油厂。美国一直在试图切断这条供应线，甚至考虑过在海上拦截和检查伊朗油轮。中国伊朗铁路就是为了应对这个威胁而建的。一旦铁路运营成熟，中国就可以通过陆路获取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完全不受美国海军的干扰。美国的分析人士把这条铁路称为美国的噩梦。以色列的空袭打中了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的铁路设施和桥梁。4月7日，以色列又轰炸了卡尚市的一座铁路桥，造成2人死亡。以色列甚至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波斯语警告，要求伊朗民众在特定时间内不要乘坐火车或靠近铁路线。虽然有分析认为这只是以色列打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但中国的反应非常强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以色列的行动违反了国际法，我们不能坐视不管。环球时报直接警告，以色列的鲁莽行为只会导致更大的灾难。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谴责以色列侵犯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一切军事冒险主义。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标题直接叫做对伊朗的打击其实都是为了中国。文章指出，中国花了数百亿美元把伊朗打造成自己在中东的战略支柱。通过打击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实际上是在拆解中国的区域架构。文章甚至指出，伊朗是中国在台海危机中可能打出的一张战略牌。如果伊朗的政权被推翻或严重削弱，中国在中东的整个布局，从石油供应到一带一路到人民币结算体系，都会面临崩溃。这里面有一个更深层的棋局需要理解。2021年，中国和伊朗签署了一份长达25年、价值4000亿美元的全面合作协议。这份协议涵盖了银行、电信、港口、铁路、医疗、资讯科技等几十个领域。中国不仅是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还是伊朗经济的生命线。在美国制裁的重压下，伊朗几乎把全部的石油出口都卖给了中国，而且是以低于市场价 8% 左右的折扣出售的。两国之间的金融交易使用中国的跨境银行支付系统，完全绕过了美国控制的 SWIFT 系统。你可以把这理解为一个平行的金融宇宙。在这个宇宙里，美元不是结算货币，美国的制裁工具失效，美国的海军无法干预陆上运输。中国伊朗铁路就是这个平行宇宙的物理基础设施。有观察家甚至注意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2025年6月的12天战争恰好发生在中国伊朗铁路通车1个月之后，而2026年2月的全面战争恰好发生在6个国家在伊斯坦布尔签署中国欧洲走廊南段协议的几个月之后。这是巧合吗？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地缘政治棋局？所以你看到了吗？表面上是美国和伊朗打仗，以色列在中间搞事情，但底层逻辑其实是一场全球权力重组的博弈。美国在用军事手段切断中国的能源命脉和地缘政治触角，而就在这个全球秩序剧烈动荡的时候，达利欧站了出来。达利欧是谁？他是桥水基金的创始人，
管理过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超过50年的全球宏观投资经验。他不是那种在社交媒体上乱喊狼来了的人，他是一个花了几十年研究过去500年帝国兴衰历史的人，写了一本叫做《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则》的书，又写了一本叫做《国家如何破产大周期》的书。2026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达利欧就已经发出了警告。他说，我们不要天真了，不要说我们正在打破基于规则的秩序，它已经消失了。他说，作为一个金融历史的学生，他密切关注过去500年的经济周期，发现同样的事情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他说，对我来说，这就像一部电影，看同一部电影反复上演。2月初，在杜拜的世界政府峰会上，达利欧进一步警告了资本战争的风险。他说，我们已经站在悬崖边上，距离一场全面的资本战争只有一步之遥。什么是资本战争？就是把钱当作武器，冻结对方的资产，限制对方使用美元结算系统，抛售或停购对方的国债。他类比了2战前美国冻结日本资产的历史，表面上是经济制裁，实际上是把对方逼到了不得不开战的地步。然后到了2月14日，就在美以空袭伊朗的2周前，达利欧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篇长文，标题是正式宣布世界秩序已经崩溃了。他引用了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报告，那份报告叫做正在被摧毁。在那场会议上，近50位国家元首齐聚一堂。德国总理梅尔茨说，几十年来的世界秩序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正处于大国政治的时代，自由不再是理所当然的。法国总统马克宏说，欧洲旧的安全结构已经不存在了，欧洲必须为战争做准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时代，旧世界已经结束了。达利欧把这一切放进他的大周期框架里，他的理论是这样的：人类历史上的货币秩序、政治秩序和地缘政治秩序都会经历一个大约75年的周期，上下浮动约30年，每个周期都经历6个阶段。让我把这6个阶段拆开来讲，因为理解每一个阶段，你才能真正明白我们现在处于什么位置。第一阶段是新秩序的建立，就像1945年之后，美国主导建立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战争的胜利者制定新的规则，世界进入稳定期。第二阶段是资源配置的效率化，新秩序带来和平与贸易，经济开始高速增长，就像50年代到70年代的西方世界。第三阶段是和平繁荣的顶峰，创新爆发，财富累积，但同时债务也开始累积，贫富差距开始扩大，就像80年代到2000年代。第四阶段是过度扩张和矛盾激化，债务变得不可持续，内部政治开始两极化，国际上新的挑战者开始崛起，就像2010年代。第五阶段是崩溃前的混乱，规则开始被打破，信任开始瓦解，冲突开始频繁。这是达利欧之前认为我们所处的阶段。第六阶段就是全面崩溃和重建，旧秩序的规则完全失效，强权决定一切，冲突升级为战争，然后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新的秩序，周期重新开始。达利欧说，他之前一直认为我们处于第五阶段，也就是崩溃前的混乱阶段，但慕尼黑安全会议之后，他正式宣布，我们已经进入了第六阶段，没有规则，强权就是正义，大国在互相碰撞。他分享了他书中的第6章，题为《外部秩序与混乱的大周期》，建议所有人都认真读一读。他在3月为财富杂志写的文章里更加直白。他说，现在发生的一切更像是1945年之前的世界，而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1945年之后的世界。大多数人的预期被战后的和平与繁荣所误导，所以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但我不震惊，因为我看过这部电影。那达利欧具体讲了哪5场大战呢？第一场是贸易战。2025年，美国对中国的关税一路加码到 145%， 中国反击，限制稀土和半导体出口，2次差点让美国的汽车工业停摆。虽然5月双方达成了临时停火，把关税分别降到了 30% 和 10%， 但这只是暂时的缓和。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川普用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很多关税，他又立刻启动301条款，对中国、欧盟、越南、台湾、
日本等10几个国家和地区展开新的贸易调查。这场贸易战远远没有结束，它只是在变换形式继续打。第二场是资本战，美国的国债已经接近38万亿美元，利息支出快要赶上军费开支了。全世界对持有美国债务的意愿正在下降。达利欧说，这是一个供需问题，美国在大量发行债务，但买家越来越少。在地缘政治紧张的时期，连盟友都不想持有彼此的债务，更不用说对手了。结果就是美国不得不自己买自己的债，也就是印钞票。印钞票会让美元贬值，让通货膨胀失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是帝国末期的典型特征。达利欧建议卖出所有债券，买入黄金，因为战争是靠借款和印钞打的，这会让债务和纸币贬值，黄金是最安全的避风港。第三场是科技战，人工智慧和先进半导体已经成为受保护的国家安全资产。达利欧把这称为2026年的史普尼克时刻，谁控制了先进计算能力，谁就控制了未来的军事和经济霸权。美国在限制对中国的高端晶片出口，把数十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中国在反制、限制稀土出口，对美国晶片公司发起反垄断调查。台湾生产了全球 90% 以上的最先进晶片，它成了这场科技战的核心战场。美国和台湾达成了贸易协议，台湾承诺在美国投资至少2500亿美元建设半导体工厂，但彭博社建模显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全球 GDP 损失将高达10万亿美元。第四场是地缘政治战，这就是最触目惊心的部分了。让我们把镜头拉远，看看此刻的地球。在中东，美国和以色列正在对伊朗发动战争，已经超过3600人死亡，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以色列同时在黎巴嫩对真主党展开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2000人死亡，83万人流离失所。在欧洲东部，俄乌战争已经打了4年多，这场战争的规模是惊人的，俄军伤亡超过100万人，乌军伤亡25万到30万人，将近1100万乌克兰人流离失所，占战前人口的 24%。 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约 20% 的领土，包括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大部分地区。乌克兰超过2/3的电力产能被摧毁或损坏，但就算在这样的惨烈战场上，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2026年2月成为2024年以来乌克兰第一次收复的领土超过失去的领土的月份。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在南部的奥列克山德里夫卡和胡利艾波莱方向收复了超过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俄罗斯方面 67% 的公众支持和平谈判，这是战争以来的最高比例。川普和泽连斯基据说已经在 90% 到 95% 的和平方案上达成了一致，但普京仍然坚持他的最大主义要求。与此同时，台海局势持续紧张，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推进。习近平可能已经设定了2027年军事准备就绪的期限。中国海军从2003年的140艘老旧舰艇发展到了今天的234艘现代化战舰。彭博经济研究所的模型显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第一年对全球 GDP 的打击将高达10万亿美元。南海的领土争端也在加剧。格陵兰危机中，美国用关税威胁施压丹麦，全世界的每一条地缘政治断裂带都在同时发光发热。这不是一场战争，这是一个正在碎裂的世界。第五场是内部秩序战。美国内部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极端的程度，最富有的 1% 持有 32% 的资产，政治两极化让国内共识几乎不可能达成。国会甚至没有正式授权伊朗战争就已经开打了，引发了巨大的宪法争议。五角大厦要求额外追加2000亿美元的战争经费，相当于国防预算的1/4。而与此同时，国内汽油价格在飙涨，有国会议员开始援引第25修正案，要求罢免总统。在欧洲，能源危机正在引发社会不稳定。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说，短暂的缓解不能让我们忘记混乱、破坏和失去的生命。他批评那些点燃世界然后带着水桶出现的人。在伊朗战争前就已经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安全部队的暴力镇压造成了数千人死亡。在俄罗斯，犯罪率因为战争而急剧上升，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危机在加剧。每一个大国的内部秩序都在承受巨大的压力。
达利欧特别强调了他理论中的5种力量如何相互作用。第一是货币债务周期，也就是借钱和印钞的循环；第二是内部秩序和冲突的周期，也就是贫富差距和政治分裂；第三是外部秩序和冲突的周期，也就是大国之间的权力博弈；第四是自然力量，包括气候变化和疫病；第五是技术革命。这5种力量同时恶化的时候，就是大周期进入最危险阶段的时候。而他的判断是，这5种力量此刻正在同时恶化。那3大崩溃是什么？第一个是货币秩序的崩溃。自从1971年尼克森让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全球的货币体系就建立在信用之上。但现在美国的债务规模已经大到难以为继。达利欧说，政策制定者面临一个残酷的2选1，印更多的钱还是让债务危机爆发，不管选哪个，结果都是货币秩序的崩溃。摩根大通的执行长杰米·戴蒙在去年10月的一个会议上也说了类似的话。美国曾经有机会打出一记全垒，打解决国债问题，但政府什么都没做。现在最好的选择只剩下危机管理了。中国正在加速推动去美元化，人民币结算体系、跨境银行支付系统、数字货币都是这个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国和伊朗的铁路贸易就是用人民币结算的，完全绕过了美元体系。全球央行正在疯狂购买黄金，过去1年黄金价格上涨了超过 70%。 达利欧说，黄金已经成为全球第2大储备货币。他说，在战争时期，交战国之间的货币和信用往往不被信任，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些货币是否还能保值。更令人不安的是，沙特阿拉伯在2年前悄悄终止了与美国延续了50年的石油美元协议。这个协议曾经是美元霸权的基石，沙特只用美元结算石油，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现在这个协议没了，而且伊朗战争爆发了，这不是巧合，这是旧秩序正在瓦解的又一个信号。第二个是国际规则秩序的崩溃。2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体系、国际法框架和多边合作机制正在被丛林法则取代。美国和以色列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阿曼外长在战后说，谈判其实正在取得进展。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完全是为了重塑中东秩序，以符合以色列的利益。俄罗斯继续占领乌克兰的领土，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因为大国否决权而被瘫痪。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报告用了一个词叫做破坏求政治，不是改良，不是修正，而是彻底砸碎旧的秩序。第3个是能源秩序的崩溃。荷姆兹海峡的封锁已经证明了全球能源供应链的致命脆弱性。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设施被导弹击中，可能需要5年修复。全球 19% 的液化天然气贸易被中断。以色列攻击伊朗的南帕尔斯气田引发了连锁反应。伊朗报复性攻击了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和科威特的能源设施，整个波斯湾的能源基础设施都处于战火之中。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了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但这只能暂时缓解压力。如果局势持续，全球能源供应格局将面临结构性的永久改变。各国都在疯狂寻找替代路线和替代能源，但短期内根本无法取代中东的产能。各位，回头看看达利欧的大周期理论，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说这一切像极了1930年代。那个时代经济大萧条导致各国采取保护主义，贸易壁垒越来越高，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在欧洲和亚洲崛起，国际联盟形同虚设。最终，所有这些压力汇聚在一起，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达利欧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规律。从1500年到现在，欧洲经历了3个大的冲突周期，每个周期平均大约150年，每个周期都包含一个相对漫长的和平繁荣期，比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然后是一个可怕的暴力崩溃期，比如30年战争。现在我们正处于2战后和平繁荣期的末端，而且达利欧强调了一个特别危险的规律：全面战争通常发生在生死存亡的议题出现，而且无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的时候。你看看今天的世界，伊朗的核问题被认为是以色列的生死存亡议题，台湾问题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和领土完整问题，乌克兰问题涉及俄罗斯的安全边界和北约扩张。
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受到中国崛起的根本性挑战，每一个议题都是生死存亡级别的，每一个议题都极难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让我们暂时离开这些宏大叙事，看看这一切对普通人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如果你住在日本，你的国家 70% 的石油进口要经过荷姆兹海峡，日本已经释放了8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但这只能维持有限的时间。自卫队已经被动员起来护送油轮，你的电费和汽油费在飙涨。菲律宾已经实施了每周4天工作制，来减少能源消耗。如果你住在欧洲，天然气价格在1个月内翻了1倍，而你们的天然气供应本来就因为俄乌战争而非常紧张。德国已经开始释放紧急石油储备，航空公司因为中东领空关闭而被迫绕飞，机票价格暴涨。如果你住在中东，特别是海湾国家，你面临的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危机。科威特和卡塔尔 99% 的饮用水来自海水淡化厂，这些设施已经遭到伊朗导弹的攻击。迪拜作为外籍工人的稳定目的地的形象已经严重受损，大批外国居民开始撤离。如果你住在美国，汽油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4美元，每个家庭平均承受1500美元的关税增加。五角大厦要求追加2000亿美元的战争经费，但国会中很多议员，包括一些共和党人，都觉得在油价飙涨的时候花这么多钱打一场没有国会授权的战争很难向选民交代。如果你住在台湾，你正处于全球最危险的地缘政治断层线上。台湾生产了全球 90% 以上的最先进晶片，你的经济和安全与这场全球权力博弈密不可分。美国和台湾刚刚达成了贸易协议，但关税仍然高达 15%， 而且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从未减轻。现在的世界和1930年代有多少相似之处？全球债务达到338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贸易壁垒越来越高，大国之间的互信几乎归零，军事冲突已经在多个地方同时爆发。而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慧、无人机和自主武器系统，让下一场大规模冲突的破坏力和不可预测性可能远超过去。但我不想用完全悲观的方式结束这期内容。达利欧自己也说了，大周期有2种可能的路径。悲观的路径是误判导致更大的冲突，就像1914年的萨拉耶佛事件，一个火花点燃了整个欧洲。达利欧专门警告了囚徒困境式的升级，你打我一下，我就要打你回去，然后一步一步走向全面战争。乐观的路径是创新能力，特别是人工智慧带来的生产力革命和理性的外交，能够缩短这段痛苦的时期，更快地建立一个新的多极秩序。历史告诉我们，2条路都走过，关键在于领导者的智慧和人民的选择。达利欧在那篇文章的最后写了一句话：拥有权利，尊重权利，明智地使用权利。在2026年，一项条约的价值取决于执行它的导弹防御系统。这句话听起来很冷酷，但它描述的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最后，回到伊斯兰堡谈判破裂的那一刻，2周的脆弱停火还在继续，但荷姆兹海峡仍然处于有效封锁状态。伊朗控制住谁能通过，谁不能。美国派了2艘驱逐舰通过海峡，算是一种象征性的力量展示，但这场危机离结束还很遥远。让我们仔细看看这场谈判破裂的细节，因为魔鬼就在细节里。伊朗代表团由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提出了一份10点谈判方案。伊朗的4个不可谈判的条件包括：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美国必须释放被冻结的60亿美元伊朗资产，伊朗核计划必须获得保障，以及伊朗有权对通过荷姆兹海峡的船只收费。美国的立场呢？万斯说得很清楚，核心目标是看到伊朗做出不寻求核武器的肯定承诺，而且不寻求任何能让他们快速获得核武器的工具。他说他和川普通了10几次电话，和国务卿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都保持了密切沟通。他说美国是在诚意谈判的，但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说，是美国过度的要求阻碍了协议的达成。双方最根本的分歧在于，美国要求伊朗把核材料运出国外，伊朗坚持核材料留在国内。美国要求无条件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伊朗要求停战是开放海峡的前提。这些分歧看起来无法弥合。万斯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这对伊朗来说是坏消息，对美国来说不算坏消息，但他没有说清楚停火到期之后会发生什么。而就在他离开伊斯兰堡的时候，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轰炸，继续在伊朗上空活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黎巴嫩不包含在停火协议中，真主党的问题会被另外处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即使美伊之间达成了某种形式的停战，以色列对伊朗代理人的攻击还会继续。伊朗不太可能在真主党被持续打击的情况下完全让步。中国在幕后也在施加影响。白宫发言人确认了中国参与了停火谈判，但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是根本矛盾的。美国想削弱伊朗，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伊朗来保障自己的石油供应和一带一路投资。有一个细节值得特别注意，就在停火谈判期间，川普说了一句话，中国现在可以继续从伊朗购买石油了。这句话暴露了这场战争更深层的逻辑，控制伊朗的石油出口，实际上就是控制中国的能源命脉。荷姆兹海峡的封锁让中国失去了从波斯湾获取石油的海上通道，而铁路又被炸了，中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俄罗斯的石油，而俄罗斯自己也在被西方制裁。这是一场能源版的围棋，每一步都在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5场大战正在同时展开，贸易战、资本战、科技战、地缘政治战、内部秩序战，3大崩溃正在同时发生。货币秩序崩溃，国际规则崩溃，能源秩序崩溃。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正在我们眼前上演的现实。达利欧说他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他知道剧本怎么写。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在这部电影的结尾出现之前改写剧本？他在达沃斯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他看到了2股力量在同时拉扯这个世界，一股是正在腐烂的货币秩序和正在崩溃的国际规则，这是推向毁灭的力量；另一股是精彩的技术革命，特别是人工智慧带来的生产力飞跃，这是可能拯救我们的力量。他说川普自己也在达沃斯讲台上谈到了正在发生的经济奇迹，但历史告诉我们，技术进步本身并不能阻止战争。1914年的欧洲是人类历史上科技最发达的时代之一，电报、铁路、内燃机、化工业全都处于顶峰，但那些技术最终被用来制造了机关枪、毒气和坦克，把战争的破坏力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今天的人工智慧、无人机、网络武器和自主杀伤系统是否会重演这个悲剧？达利欧在他的书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大周期的转折不是命中注定的，历史会押韵，但不会完全重复。技术变量、领导者的智慧以及人民的选择都可以改变剧本的走向，但前提是你必须先理解你处在周期的哪个位置，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他的建议很具体，在投资层面，减少债券持仓，增持黄金和大宗商品，因为战争是靠借款和印钞打的。在生活层面，保持灵活性和流动性，因为大周期的崩溃阶段会限制正常的经济活动和资本流动。在认知层面，不要被战后70年的和平繁荣所误导，要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一次暂时的波动，而是一次结构性的秩序更迭。最后我想说一点个人的感受，在研究这期内容的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的战争报道、经济分析和历史研究。说实话，有些时刻我感到深深的不安。当我看到米纳布学校里那些7岁女童的名字，当我看到卡塔尔的淡化水厂被导弹击中的报道，当我看到达利欧用冷静到近乎冰冷的语气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第6阶段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周期理论，这是正在影响数十亿人生活的现实。但我也看到了希望。巴基斯坦，一个通常不在国际聚光灯下的国家，竟然成功地斡旋了美伊停火。一个19岁的巴基斯坦女孩站在伊斯兰堡的停车场里，惊讶地问，巴基斯坦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影响力了？俄乌战争中 67% 的俄罗斯人开始支持和谈。达利欧自己也承认，如果人类足够聪明，完全可以用谈判而不是战争来解决分歧。问题是，我们够聪明吗？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位传奇的气场大师，以及他对中国政局做出的惊人预言。据说这位大师能够看穿人体周围无形的能量场，比医院的 X 光还要灵验。他年仅4岁时就曾断言生死，
精准预言了一桩死亡事件，震惊了所有认识他的人。而如今70岁的他，首度公开透视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气场，并且断言习近平将在10个月内被推翻。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预知能力从何而来？中共的国运又是否真的如他所言走到尽头了呢？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离奇而发人深省的故事。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什么是气场。气场也有人称之为人体光环或能量场，指的是生命体周围散发出的能量。许多人或许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在超自然领域和一些前沿科学中，气场一直是颇受关注的现象。早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科学家就曾用克里安照相法拍摄到生物体周围的能量光环，而现代也有科学家研发所谓气场相机，声称能捕捉人体七彩光晕。尽管主流医学对此尚无定论，但不少灵修者和敏感体质的人坚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气场，而且这气场会随着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情绪和命运起伏而改变。简单来说，气场就像是一个人内在状态的隐形投影。对于练气功或有天眼通的人而言，他们仿佛拥有一双火眼金睛，能够透过气场的变化窥见常人难以察觉的真相。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正是一位能看见气场的奇人，她是一名女性预言家，许多人尊称她为世界顶级气场预言家。今年70岁高龄，她的能力究竟有多神？据传，她从儿时就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天赋。在她4岁那年，家乡曾发生过一件令四邻哗然的事。有天，小女孩也就是这位大师幼年时，盯着邻居老爷爷看了许久，突然跑去告诉大人说，爷爷身上黑气缭绕，他快要死了。家人听罢大惊失色，赶紧斥责他不许乱讲话。毕竟一个4岁小孩口出此言，既不礼貌也让人心里发毛。然而令人脊背发凉的是，不到3天，那位邻居老爷爷真的去世了，死因是慢性病猝发。这件事让小女孩的家人开始意识到，她似乎真的能够预感一个人生命能量的消散。要知道，4岁的孩子不可能懂生老病死的道理，更谈不上什么巧合蒙对。从此之后，家人对他的管教格外小心，也渐渐留意到他身上的异人特质。随着年龄增长，这位大师的气场感知能力变得愈发精准灵敏。他发现每当有人生病或情绪低落时，整个人体周围的光环颜色和亮度都会改变。健康快乐的人气场通常明亮且色彩温暖，而罹患重病或行将离世的人气场则往往暗淡甚至断裂。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位远房亲戚拜访，外表看起来他红光满面，非常健康。但这位当时还是少年的预言家却皱起眉头说，你的气场里有团阴影集中在胸口。大人们起初不以为意，觉得孩子可能只是胡言乱语。然而那位亲戚受此提醒，回去后还是去了医院做检查，结果发现肺部正长着一个早期肿瘤，所幸及时手术切除了，才避免癌症进一步恶化。这件事传开后，所有认识他的人无不瞠目结舌，啧啧称奇。一个人的肉眼怎可能比 X 光片还厉害，提前看出身体里的病变呢？但事实胜于雄辩，他的确透过气场变化发现了医疗仪器尚未检出的隐患，因此他渐渐赢得透视眼的美誉。许多人开始主动找他帮忙看看气场，希望得知自己身体有无暗疾或者运势吉凶。这位大师也因此踏上了灵媒与预言家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国家其实也有不少和他相似的通灵人，例如英国有位知名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据说也曾准确预测多起国际大事。美国有的灵能人士则能凭照片读出人物周遭的能量颜色。然而我们这位气场大师因自幼展露天赋，又精通东西方神秘学，被一些圈内人尊称为世界灵媒 TOP 5之一。他除了能读取健康讯息，对于重大未来事件亦有惊人的预知能力。早在2016年美国大选时，他就一反主流舆论，断言川普会当选总统，结果果然应验。此外，他还曾在疫情爆发前隐约感知到全球将有一场黑色阴影笼罩，事后被解读为新冠瘟疫。这些记录使得许多人对他的警示不可小觑。当然，怀疑论者依旧存在，认为种种预言可能只是碰巧。但就像这位大师本人幽默回答的，巧合若一直发生，那就不再是巧合。
如此一位既低调又神秘的气场预言家，过去多年一直专注于为个人解读能量、传授身心灵课程，很少对政治话题发表意见。然而最近发生的某些事情，让他毅然决定打破沉默，把目光投向世界上最复杂敏感的领域之一——中国政局。他首次公开声称自己透视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气场，并且得出了惊人的结论。这消息一出，可以说在关注灵异预言圈的人当中引发了不小的震动。那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习近平的气场究竟有何异样，让这位大师预言他撑不过未来10个月呢？根据这位气场大师的描述，习近平的气场如今呈现出一种极度不稳定、晦暗的状态。他形容道，以往他远远透过电视荧幕看中共高层时，习近平深州的能量场还算强劲，毕竟身居高位者常带有一种权力光环，在气场上表现为偏金黄色的亮光，象征权威和掌控力。然而最近1年来，特别是今年两会前后，他观察到习的气场颜色发生了巨变，原本明亮的光芒暗淡下来，金色光环中渗入了大量灰黑色。更惊人的是，他看到习近平头顶原本凝聚的能量正在四散，就好像一顶皇冠出现了裂缝，里面的光辉正一缕缕地漏掉。这种景象在他看来是极为不祥的预兆，意味着这个人的气数正在走向衰竭。用中国古代的说法，就是一个王朝的龙脉出了问题。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气数将尽的概念，也就是一个朝代或统治者的运势快走到终点时，天象和人事上都会出现种种异象。历史上每当朝代末年，常有天灾人祸、怪事频发，被视为天意，在警示世人。这位大师虽然是从气场能量的角度感知，但结论却和古人惊人的相似。他认为习近平个人的能量场已经彻底乱了套，甚至牵动整个中华大地的气场陷入动荡。用他的原话说，就是我看到他身后那条红色的巨龙正在迅速褪色崩解。这番话耐人寻味。红色巨龙一般被解读为中共政权背后的象征性力量。如果巨龙崩解，是否意味着中共失去其精神支柱和所谓天命呢？大师解释，他所说的红龙并非真有一条龙，而是一种灵界的能量象征。多年来，中共政权仰赖一股极强的负能量支撑着，那负能量仿佛吸食人民的恐惧与血汗而壮大，形成它独特的气场。但现在，他惊讶地看到那股红色的邪恶能量正在瓦解，中共的整体气场出现了难以修复的破绽。如果仅仅是气场暗淡，也许还只能说明习本人状态不佳。然而这位预言家进一步指出了一个时间点，我看到他的气场烧得很厉害，但烧的是最后的回光返照，最多再维持10个月。换言之，他预测习近平在未来10个月内气场将彻底崩溃，对应到现实层面，就极可能体现为他丢失权位，甚至出现生命健康方面的重大变故。因为一个人如果气场全失，不是身败名裂，就是身体垮掉，没有第三种可能。这个论断无疑相当惊悚，距离现在10个月，也就是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的时间，中共政权会突然生变，习近平会被推翻下台。要知道，尽管近年来中国内部经济下滑，官场斗争加剧，但习近平在20大上刚刚成功连任，中共表面上依然铁板一块。这样一个集权统治者，真的会在短短不到1年的将来被赶下台吗？听起来匪夷所思，许多人一时无法相信。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广一点，就会发现各种不寻常的征兆其实正在累积。气场大师强调，他并非凭空下此结论，而是观察到最近中国高层和整个国家的气场都在急剧变化，宛如暴风雨前的乱流。他提到一件具体的异象，今年夏天北京出现了一场100年罕见的暴雨，倾盆大雨导致紫禁城罕有的出现积水汪洋。要知道，号称95之尊龙脉所在的紫禁城，过去几百年都很少淹水，民间甚至有天子脚下风调雨顺的说法。然而那场狂风暴雨硬是把紫禁城淹了个透，雨水泼进太和殿，导致宫墙渗水，院落积水成河。这位大师解读道，这场暴雨仿佛在象征天意对洪朝的不满，掀开了皇权的面纱。紫禁城600年不水淹，如今大水漫过龙庭，难道不是对当今执政者的一种警示吗？巧的是，就在暴雨发生的同时，
习近平气场中的黄色光芒也在那段时间开始剧烈闪烁不定。大师打比方说，那感觉就像老天在朝他当头泼了一盆水，浇熄了他气场中残存的光。听上去有些玄妙，但古往今来帝王将相最忌讳的就是这类天象异常。秦始皇末年陨石坠地，刻字预言亡秦。明朝崇祯年间日月无光，大旱蝗灾，莫不与政权更迭巧合相应。习近平自比明太祖朱元璋，喜欢搞个人崇拜，那么老天爷是否要用一场水淹紫禁城来点醒他呢？除了天灾，今年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令人玩味的苗头。举个最近的例子，就在中国每年一度的重要政治会议两会期间，网络上忽然爆红一句戏谑的话，多亏了你爹。事情源于一段会议视频，某代表发言时说漏嘴，提到一句我们能有今天多亏了，本想说多亏了党的领导，却因口误变成多亏了你爹。此话一出，全场愕然。虽然事后官方极力封锁影片，但民间早已疯传开来。多亏了你爹很快变成讽刺时局的流行语，字面上像是感谢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实际上是一语双关，嘲笑现任最高领导不过是托付因上位，自己能力配不上地位。这句戏言戳破了权力者的皇帝新衣，透露出民间积压的巨大不满和嘲讽。气场大师特别提到这个网络梗，认为这反映在集体潜意识上，就是全国人民对习气场的投票。当越来越多人开始对领袖失去敬畏，公开调侃时，领袖的能量场便失去了群众的支撑。气以众人念力而聚，亦可因众人离心而散。中共营造了10年的个人崇拜，如今居然自动滑稽反转，这股舆论暗潮让他更加笃定习的气场将撑不住多久。现在我们不妨将时间线拉长，看看未来10个月内可能发生什么。10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大约就是到今年年底或次年年初左右。在这段期间，如果这位预言家的感应正确，中南海高层将出现重大变局，那么习近平可能以何种方式下台呢？气场大师并没有直接指明细节，但他暗示，我看到他不是自然退场，更像是被迫离局。被迫离局意味着内部政变或权斗失势，有可能是党内反对派酝酿已久，趁经济民生困境引发民怨之际发难，把他赶下台；也可能是他身边最信任的亲信突然反水，来个宫廷政变，甚至不排除他身体出大问题，被借机架空权力的剧本。大师特别提及习近平气场中有一丝隐隐的红色杀气，让他直觉联想到军方，因为在他观察很多政要时，当气场里混入大量血色时，往往意味着有武力介入、兵戎相见的危险。这是否预示着解放军内部有人将采取行动？联想到不久前中共防长李尚福、火箭军高层接连神秘消失，被外界猜测是政变未遂或高层清洗，种种迹象难免令人联想。大师的预言虽非军事情报，但能量层面的感应和现实政治蛛丝马迹竟惊人契合。如果习真的被推翻，背后最大的力量莫过于掌兵权者，而他近年大力清洗军队高层，提拔自己人，却仍然惶惶不安。或许正是因为他自己也隐约感受到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吧。谈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万一习近平垮台了，中共政权会怎样？中国将迎来什么局面？气场大师在预言习下台的同时，对中共整体的未来也给出了一些惊人的见解。他表示，他看到的不只是习一人的气场，而是整个中共体制仿佛被一层黑雾笼罩。那层黑雾曾经厚重无比，把14亿人困在其中。然而现在黑雾正在迅速的消散，变薄，露出了其中破败不堪的景象。这番描述让人想到中国民间常说的邪不胜正，天灭中共。在他眼中，中共的国运，也就是这个政权的生命能量，已经走到了尽头，就像一台运转70多年的老机器，零件生锈脱落，动力系统崩溃，终于快要彻底熄火。他甚至用了一个词，寿终正寝。一个政权的终结或许对应着某种新生的开始，但在这终结时刻，难免会有巨大悲剧和震荡。大师强调，他在中共气场中看到许多惊恐的面孔和动乱的场景，人们奔走呼喊，红旗倒下，大地震动。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可能经历一段混乱动荡？他没有明说更多，
只提醒说黑暗过后有黎明，但必先穿越黑暗。这句话透露的信息令人既紧张又期待。事实上，不只是这位气场大师，近来世界各地多位灵异预言者都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中国，预感到这个古老文明将迎来巨变。前面提到的英国灵媒帕克先生就曾公开表示，他在灵视中看见中国地图上空烟雾弥漫，预示那里将出现巨大动荡和政权变更。注此，帕克的预言曾在国际媒体上引发讨论。另外，泰国有位著名的女预言家被尊称为普莱神婆，今年也惊人的预言说2026年将有4个国家面临灭顶之灾，其中之一就包括中国。他提醒世人在2026年最好避开某些地区，因伪将有严重的灾难和战乱发生。虽然他没有明说是什么形式的灾祸，但许多人联想到可能与政局动荡或军事冲突有关。而在华人圈，一些传统命理师和风水师也释放出类似的警讯。今年台湾有位紫微斗数大师周应君就在节目上断言，2026年是生死大关口，他以4字概括台湾未来国运，同时暗示两岸局势将有重大转折。在节目新闻哇哇哇上发表的见解已在网络疯传。当然，预言毕竟不是现实，但这许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先知们口径罕见的趋于一致，不能不让人心中发毛。或许还有巧合，从中国传统的生肖和历法看，2026年是农历丙午年，也就是俗称的火马年。火马年在东亚民间被视为不吉之年，尤其是女孩若生于火马年，被认为命带克星。当然，这是一种迷信说法，但有趣的是，历史上的确每逢丙午年，世界或中国都出现过大事件。上一次丙午年是1966年，那一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整个社会坠入10年浩劫的黑暗中。再上一个丙午年是1906年，清朝风雨飘摇，各地革命风潮暗涌。虽然清廷撑到了1911年才灭亡，但1906年前后已是帝国末日的前奏。而再往前推60年，1846年前后，正值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下屈辱条约不久，天下义愤，民怨沸腾，也可算是清朝国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每隔60年一循环，火马一到，巨变频仍。那么即将到来的这个丙午年，会不会又将见证历史重演的戏码呢？气场大师的10月预言，时间上恰好落在2026年中之前，令人不得不联想到这些传统上的说法。古人云：天意昭昭，周而复始，也许冥冥中自有安排。当然，作为听众的我们，面对如此惊心动魄的预言，难免半信半疑。这位气场大师真的能看到未来吗？还是说这一切仅仅是巧合与主观判断？在科学理性时代，我们应当保持适度的怀疑。但回顾历史，大到王朝兴亡，小到个人臣服，往往在事发之前都出现过一些异象和敏感人士的预见，只是很多时候人们当下不愿相信，事后再来感叹早有预兆。举例而言，前苏联解体前夕，就有苏联气象专家公开预测过红色帝国即将分崩，结果数年后成真。二战期间，也曾有据说通灵的人预言希特勒末日将近，他们声称看到元首身后的黑影挥刀，不久盟军反攻胜利，纳粹覆亡。这些故事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在那个时代都真实存在过。或许人类的确有某种未解之谜的能力，可以透过看似无形的气捕捉到命运的走向。中国传统的易经讲物极必反，阴极阳生，当一股力量强盛到极点，往往会转向自己的反面。习近平和中共过去10年看似如日中天，其实内部早埋下无数危机的种子，一旦时机成熟，量变引发质变，再稳固的权力高塔也会土崩瓦解。那么如果预言真的成真，习近平在未来10个月内垮台，中华大地将迎来怎样的新篇章？这恐怕是13亿中国人民和整个世界都关心的问题。气场大师没有给出具体细节，但他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黎明之前最黑暗。他说他在中国的气场上已经依稀看见一丝未来的晨光，那是一种久违的祥和颜色，带着希望和重生。然而在那曙光到来之前，黑夜似乎还将加深。在黑夜中，人们可能会经历恐惧和阵痛，但这是走向新生的必经之路。
也就是说，如果中共政权倒台，中国难免经历一段阵痛期，也许是政权更替的混乱，也许是社会重组的震荡。然而他相信，中华文化5000年自有其韧性和底蕴，只要中国人民内心不灭善念，那抹曙光终将引领大家走出黑夜。展望未来，我们可以保持谨慎的乐观，同时也要有心理准备。一旦预言应验，我们将见证历史上罕见的巨变时刻。对于统治了中国大陆70多年的红色政权来说，10个月或许转瞬即逝，但也足够发生很多事情。也许某一天，新闻头条会突然宣布北京政权更迭的消息，全世界为之震撼。也可能在更隐秘的权斗中，习近平被迫交权，由另一股势力接掌中共。一场没有硝烟的政变暗流涌动，我们无从确知具体剧本，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未来正在加速向我们奔来。最后，不论您是否相信这位气场大师的预言，他提出的警讯至少值得我们去思考。当今的中国到底是不是走到了需要转折的关口？一个政权的合法性，难道真与玄妙莫测的气场相关联？或者说，气场崩解其实正是一种隐喻，隐喻着民心的离散，国运的衰败。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有时会在某个节点突然转向，或许2026年就是这样的节点。对此，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正如那句古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在做，天在看。如果中共政权的确如大师所言，戕害太多，生机耗尽，那么命运之手自会在适当时刻将它翻页，而新的篇章将由14亿中国人民共同书写。希望到那时，迎接中国的将是一个更美好的明天。黎明前的黑暗虽然令人胆颤，但只要心存希望，光明总会到来。我们也期待着，当预言成为现实的那一刻，能看到苦难之后的曙光，照亮古老的东方大地。